我是何饮酒，大一拆迁拆出个神话集团的暴发户总裁，父母双亡开局，拆房款砸出个做啥赚啥的商业帝国。柳氏集团被讨债，我对柳家妇女喊：“我投钱救你们，但柳如烟得嫁我。”她想都没想就握我手，说我答应。咱就是说，救公司送老婆这买卖，是我赚大了吗？七战和少雷硬拉我到办公室吃牛排，桌上那瓶洋酒还是我上周带的，牛排煎得滋滋响，我直接插起整块咬。反正老子平时也没什么绅士风度，吃爽了就行。我说九哥，今天是嫂子集团的签约会，你真不去吗？算了，你嫂子也不想我去，她还是认为我是上不得台面的暴发户。对了，少磊，让你查的那个陆涛怎么样了？九哥，查出来了，那个叫陆涛的不仅仅是柳如烟的助理，也是柳如烟的学长。白月光大学的时候，柳如烟就喜欢他。当初陆涛折腾了几年，创业失败，这才回来投奔柳如烟。听到这里，我手中的酒杯竟不由自主地加大了力道，发出了一声清脆的响声。原来是这样，我说那娘们儿怎么对他这么重？原来是白月光啊！九哥，柳如烟今天带着陆涛去参加签约会。柳如烟，我真是给你点碧莲了，还敢带着人登堂入室？走，去看看。我心里憋着气，闯进宴会厅，满场都是穿西装礼服的人。那小子身上穿的西装，老子闭着眼都能认出是我的。如烟，我穿何饮酒的西装真的没关系吗？没关系的，他的西装啊，都够开一个秀场的了，一件衣服而已，没事的。他居然伸手给那小子拍肩膀上的灰，动作温柔的像在伺候什么大人物，老子看得牙痒痒。神话集团总裁何总到。老公，你不是说不来的吗？怎么？滚开！我是奔着他来的。何总，穷逼，买不起就穿我的，给我脱下来。宴会厅里的人都凑过来看热闹，柳如烟的脸一阵红一阵白，我倒要看看他今天怎么收场。这西装是何总的，我就说嘛，这套西装起码十几万，哪是一个助理能买得起的？呵呵，买不起穿人家何总的，也太丢人了吧！老公，你干嘛呀？一件西装而已，你多的穿不过来，你至于吗？我多也是我花钱买，我穿不过来，烧了也是我的事，凭什么给他穿？何饮酒，你够了！我集团的签约会你不来也就算了，来了就给我捣乱。你特么带个男人穿着我的西装和你出双入对，我还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他是我的助理，我们俩又没什么，他没有像样的衣服，我允许他穿的，你这是干嘛？我西装丢了，来找西装有问题吗？这西装算我买的行不行？多少钱我给你，别再闹了。柳如烟，你看我缺钱吗？何饮酒，别闹了，行不算我求你了。他求人还带个算字，这态度比我还硬气，真是越看越气。哪个先生教你求人之前加算我俩字的？不用算，你可以不求。带着他登堂入室，就是不给我留面子，那大家就都别玩了。把我的衣服脱下来，快点！今天非让这小子脱层皮不可。何总，您听我解释，这场签约会对如烟的公司有多重要？您知道的，这西装我就穿这一次，签完约我立刻送去干洗店护理好还给您。喂，治安局吗？我要报案，失窃。对，一件阿玛尼高定西装，意大利手工缝制，内衬有我的姓名缩写烫金，价值27.8万。线索有，就在希特酒店3楼宴会厅，一个叫陆涛的男人正穿着它招摇过市。好，我在宴会厅门口等你们，麻烦快点，别让小偷跑。何饮酒，你疯了？你想让所有人都看见这场闹剧吗？非要弄得大家下不来台才甘心？放你妈的屁！下不来台的只有他，陆涛而已。怎么，他下不来台，还能牵扯到你？何饮酒，你闹够了没有？我是你明媒正娶的老婆，你就这么不给我留余地？老婆，你还有脸提这2个字？等回了别墅，咱们再一笔一笔算清楚你和你的白月光助理那些破事儿。现在让他把我的衣服脱下来，光着膀子滚出这个宴会厅，我还能考虑给治安局打个电话撤案。不然等警察来了，他陆涛就不是丢点脸的事儿，直接去局子里蹲15天。顺便让媒体好好报道一下知名企业家助理盗窃高定西装的丑闻。何总，一件衣服而已，我感觉他以后也不敢了，要不就算了吧，他一个助理也不容易。徐总这老狐狸想当和事佬，可惜他欠我的8000万还没还，这把柄我捏得死死的。徐总，您说的太有道理了。对了，我记得您公司前年从我们集团借的8000万，好像这个月就到期了吧？您看是今天安排转账，还是我让律师明天去您公司聊聊还款计划？各位，不是我何饮酒仗势欺人，这个陆涛是我太太柳如烟藏在心底10年的人。他把这么个男人塞进自己公司当贴身助理，天天同进同出，嘘寒问暖，
现在更是让他穿着我的衣服，站在我柳如烟身边当护花使者。真当老子这几年修身养性就拿不动刀了？老公，对不起。刚才柳如烟为了他那白月光陆涛，居然敢扇我巴掌，我反手就还了回去。现在宴会厅里的人都盯着咱们，这事不那么容易了结。你他妈敢打老子！柳如烟，胆子肥了，长本事了啊！你居然打我！现在确定了？你以前从来没打过我的。怎么，就许你为了这个小三打我，不许我还手？长官，是我报的案，又是他偷了我的衣服。如烟，如烟，快帮我解释一下，这西装是你给我的，不是我偷的，我不能坐牢了。我要是进去了，我的前途就全毁了。长官，这是一场误会，怪我是他的合法妻子，是我忘了和我老公打个招呼，就把西装送人了，这都是一场误会。这位先生，她可是您的合法妻子。是的，她是我的合法妻子。这位女士，按照法律规定，您作为她的合法妻子，确实有权处理一些夫妻共同的生活用品。但是，即便是夫妻，这种贵重物品的处置，也应该事先和您丈夫知会一声。这不仅是对他个人财产的尊重，更是对他本人的尊重，明白吗？这次就算了，以后别这样，你们这是浪费警力。这就是一场误会，麻烦你们了。老公，对不起，这件事是我的错，但今天的签约会很重要。你好好的，我们回家再说好不好？柳如烟，我给你2个选择，要么让他把衣服脱下来滚蛋，要么咱俩到此为止。刚才治安官走了，我看着柳如烟护着陆涛那模样，今天这事必须有个了断。柳如烟，我给你2个选择，要么让他把衣服脱下来滚蛋，要么咱俩到此为止。老公，我求你了，别闹了好不好？有话咱们回家说，非要在这么多人面前让陆涛难堪吗？他一个大男人，要是真把衣服脱了，以后还怎么在这圈子里抬头见人啊？少他妈废话，我只要你一句话，选哪个？你先回家等我好不好？今天这事是我不对，等事情结束了，我回去给您跪下来道歉。但是陆涛他才刚刚在城里站稳脚跟，他要是……各位，不好意思，让你们看笑话了。我今天在此宣布，我和柳如烟的婚姻到此结束。神话集团不再支持柳氏任何与柳氏集团有合作的企业，我神话集团的不再接待，言尽于此。各位，好自为之。何饮酒，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你耳朵聋吗？我再问你一遍，脱不脱？何饮酒，你非要这样吗？小飞，把他身上那身皮给我扒下来，记住，一件都别剩。他要是敢动一下，或者敢哼哼一声，给我往死里打，打坏了，按1个亿的价位给我赔。这下有好戏看了。听说何总身旁的秘书于飞可是国外的王牌雇佣兵，他当时性命垂危，被何总救了，后面发誓追随何总报恩的。小飞，你要干什么？你别动手，我让他脱就是了。如烟，你让我脱？我除了裤衩和袜子，穿的都是他的。这家伙倒是实诚，连裤衩不是我的都赶紧说出来，生怕别人不知道他蹭了我多少好处似的。刚才我当众跟柳如烟提离婚，把神话集团和柳氏的合作协议撕得粉碎，又一脚踹在陆涛肚子上，让于飞把他身上穿的我送的衣服。柳如烟总算松口让他自己脱。现在宴会厅里的宾客走的没剩几个人了。如烟，你让我脱？我除了裤衩和袜子，穿的都是他的。脱吧，我是为你好。现在脱了，总比被人硬扒下来体面些。各位，实在抱歉，今天的签约会临时取消，具体时间我会让助理另行通知大家，给各位造成不便，还请谅解。何总，今天的事我们都看在眼，您做的对，是柳家不懂事，以后有机会还希望能跟神话集团合作。好说。那小子裹着四角裤抱胸发抖的样子，活像只被拔光了毛的鹌鹑，光秃秃的胳膊腿冻得通红，眼神里满是屈辱，看着还挺逗。不过这都是他自找的，谁让他穿着我送的衣服，还敢在我面前勾搭柳如烟？何饮酒，现在可以了吗？我已经把衣服都脱了，你别再针对我了，行不行？可以，没想到你身材还不错，难怪柳如烟这么护着你，就是这胆子也太小了点，这点场面就受不了了。于飞从旁边走过来，手里拎着陆涛脱下的西装、衬衫和皮带，将西装递到我手里。我松开手，让西装掉在地上，就是要让柳如烟看看，他拼了命护着的男人穿着我送的衣服有多难堪。既然你这么喜欢穿我的衣服，那这套就送你了。我这人有洁癖，不喜欢别人穿过的东西。饮酒明明只是一件衣服，对你来说根本就是可有可无的东西，为什么要闹到这种程度？你就这么容不下陆涛吗？哎，陆涛，别哭了，把衣服穿上，我让司机送你回去。如烟，对不起，我不该提要穿他的衣服的，可他也太过分了，这点小事至于吗？他针对我就算了，可他居然那么对你，当着所有人的面撕毁合作协议，搞砸了你的签约会，
还对你大吼大叫，甚至差点动手打你。够了，这是我和他之间的事，是我们夫妻之间的矛盾，跟你没关系，你就别跟着瞎操心了。我已经让司机在门口等着了，你赶紧回去，这段时间别再出现在他面前，免得再惹他生气。如烟，那你要去干嘛？你不会是要去找他吧？我去找他谈谈，我们之间的问题总得解决。如烟，别去，真的不用去的，我受点委屈没什么，你千万别为了我和他吵架。他那人脾气那么暴躁，下手又狠，我真的怕他伤害你。你回去吧，这件事你别再参与了。柳如烟刚走出宴会厅大门，口袋里的柳如烟，你到底在做什么？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马上给我哄好，喝饮酒。爸，你放心，饮酒还是爱我的，我这就去找他。刚才把陆涛那小子的西装扔在地上，看着他裹着四角裤发抖的样子，心里堵了许久的气总算顺了点。之前被柳如烟和陆涛那点迫使搅得心烦，这会儿难得清静，便带着小雷和七战来天涯夜色会所，想好好喝一杯，跟兄弟们放松放松。九哥，没想到你今天居然会带我们来这儿玩，以前你可是连这种地方的门都不踏进来，说怕柳如烟误会，怎么现在想开了？那还用说，以前九哥是在乎柳如烟那娘们的感受，事事都想着她，怕她不高兴。但现在不一样了，九哥单身了，想怎么玩就怎么玩，谁还能管得着？是啊，我现在已经单身了，没必要再为不值得的人约束自己。以前总觉得婚姻该多些包容，现在才明白，有些人根本不值得你妥协。九哥，我得跟你说一声，你虽然在签约会上当众跟柳如烟宣布结束了，但你们俩在法律上还是夫妻，还没办离婚手续呢。他要是还想纠缠，说不定还会找你麻烦。那又怎么样？柳如烟还有脸约束九哥不成？当初你们结婚前就做了婚前财产公证，她1分钱都拿不走九哥的。再说了，是她先对不起九哥，跟陆涛勾勾搭搭，就算闹到法院，理也在我们这边。行了，今天咱们是来放松的，不提柳如烟了。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别让它影响了我们的心情。说得对，柳如烟真是太蠢了，放着九哥这么好的男人不珍惜，非要跟陆涛那种没骨气的家伙搅在一起，他根本不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以后有他后悔的。季少雷这嘴损龟损，话倒是没说错。柳如烟从一开始就没看清谁才是真正值得他珍惜的人，他眼里只有柳家的利益，还有陆涛的花言巧语，却忘了我曾经为他付出的真心。欢迎九财神，九爷光临天涯夜色，您可是我们这儿的贵客，今晚九爷的所有消费全部免单，希望九爷在这里玩得开心，玩得愉快。欢迎九爷。我在会所里跟兄弟们准备放松，柳如烟那边估计早急得转圈了，他爹刚才在电话里把他妈的狗血淋头，肯定又给他压了不少担子，让他必须把我哄好，保住柳氏和神话的合作。何饮酒到底是怎么了？以前他再怎么生气，最多也就是跟我冷战几天，从来没拉黑过我。现在倒好，电话拉黑，飞信拉黑，就连闪付宝都给我拉黑了。他这是真的不想再跟我有任何联系了吗？刘总，我已经查到何总的下落了，他在天涯夜色会所，听说他还带了季少雷和七战，看样子是去放松的。哼，走，去天涯夜色，我倒要看看他到底在里面干什么。就算他不想见我，我也要跟他说清楚。柳氏不能没有神话的合作。得，这丫头果然要杀过来，跟只炸毛的小野猫似的。进了包厢，我叫了酒，让兄弟们随意玩，就等明阳过来聚聚。明阳人呢？到哪了？明阳说在过来的路上，10几分钟就到了。还是九哥讲义气，有啥好事都不忘着明阳。当时九哥慎重埋伏，是明阳硬生生护着九哥杀出来的，身上都中了10几刀，那能一样吗？明阳可是我的生死兄弟，有人欺负我可以，要是欺负明阳，哼，我要他全家陪葬。烟还没点着，包厢门突然被推开，一股寒气直窜进来。柳如烟阴沉着脸走了进来，目光看到何饮酒后皱着眉头。刚才跟少雷、七战在这儿喝酒聊明阳的事，回忆着当年一起打拼的生死情谊，气氛正放松，包厢门突然被砰的推开，柳如烟就这么闯进来了，脸上那点没藏住的急色，一看就是奔着劝我回心转意来的。可惜呀，他找错了地方，也找错了时机。你来干嘛？怎么？你们柳家自诩高素质的人，连进别人包厢要敲门的基本礼貌都不知道吗？还是说，你觉得这地方也是你柳家的，你想闯就闯？你们都出去吧，我和我老公有些话要单独说。不用走，继续做你们该做的。他要说话就在这儿说，没必要逼着人。这些姑娘倒挺听话，让继续就真继续，点烟的动作熟练又自然，烟抽的那叫一个顺溜。柳如烟站在那儿，脸黑的跟刚从煤堆里爬出来似的，嘴角都快撇到下巴了。我看着她这副憋屈的样子，心里暗爽，这才只是开始，她欠我的还没还完呢。柳如烟，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你要是来劝我回心转意，那趁早死心；要是来跟我掰扯柳氏的合作，那更没必要。你从哪来的回哪去，等着收法院寄来的离婚协议就好。老公，今天签约会上的事是我不对，是我不该护着陆涛，不该惹你生气，对不起。咱们能不能别提离婚的事了？我不想和你离婚，也从来没想过要和你离婚啊。是吗？可你做的事桩桩件件都是在逼我跟你离婚。如果你不同意协议离婚，那也简单，我们就走诉讼程序，到时候让所有人都看看你柳大小姐是怎么背着老公跟别的男人不清不楚的。
我做什么了？不就是一件衣服吗？陆涛穿了你送的西装，你已经让他当众脱了衣服丢人了。至于因为这点小事就要跟我离婚吗？而且陆涛也已经被你惩罚了，你还想怎么样？你到现在还认为我们走到这一步只是因为那一件衣服的事？刘如烟，你是不是被我宠傻了？那套西装才多少钱？几万块而已，我在乎吗？这3年来，我跟你柳氏集团兜底，帮你们扛过多少次资金危机？我可曾跟你提过一个字的要求？老子有的是钱，我不在乎。我是喜欢你，也宠着你，但你敢出轨，就要做好迎接我怒火的准备。柳如烟，是不是我这3年太惯着你，让你产生我离不开你的错觉？老公，你在说什么啊？我什么时候出轨了？我和陆涛真的没什么，他只是我小时候的朋友。这次回来遇到难处，我只是想要弥补一下他而已，真的没有别的意思。弥补他？老子为你付出了这么多，帮你柳家度过了这么多难关，你怎么不想着弥补老子？你宁愿花时间陪他吃饭，送他回家，也不愿意多花1分钟跟我好好说话。柳如烟，你要脸不要脸？老公，我和陆涛真的没有什么，你相信我好不好？我知道错了，以后我再也不跟他来往了。你别生气了行不行？相信你。好啊，给我佐证材料，证明你和陆涛没什么。这我上哪给你弄去？那我不管，你们这种高级的、有素质、严谨的人，不都看证据说话吗？何英九，你难为我。是我难为你吗？你这3个月来对我越来越差，对陆涛越来越上心。他天天去你办公室，一待就是半小时，谁知道这半个小时都干嘛？你们还经常单独吃饭，每天你都送他回家，对吧？我瘫在 KTV 沙发上，烟屁股往烟灰缸里一戳。柳如烟推门进来的那一刻，我眼角的余光扫到她，就知道这女人又要开始演她那套我很委屈的苦情戏了。可惜啊，我早就看腻了。老公，你相信我，我和陆涛真的什么都没发生啊，真的，我们就是普通朋友。那些单独吃饭送他回家的事都是误会，你别往心里去好不好？误会？那你就拿出能证明是误会的佐证材料来，录音、视频、证人，随便什么都行。拿不出来就别在这跟我扯这些没用的，我不信。这种事我上哪里给你找佐证材料？难道我还应该在自己身上安装个摄像头，把每天做什么都录下来给你看吗？何英九，你这根本就是在故意刁难我。拿不出就赶紧滚，别在我眼前晃悠，看着你就心烦。老公，我求求你了，你说你怎样才能消气？只要你能不跟我离婚，不撤掉柳氏的合作，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你认为我会原谅一个背着我跟别的男人暧昧不清，甚至连边界感都没有的出轨女人？柳如烟，你也太看得起自己了。我没有出轨，我和陆涛之间真的是清白的，那些所谓的暧昧肢体接触只是朋友间的正常互动，根本不算出轨。柳如烟，在你眼里，跟别的男人单独相处半小时，频繁单独吃饭，深夜送他回家，这些暧昧的肢体接触，在我何英九这里，只要越过了朋友的边界，就算。何英九，我都给你跪下了，这还不行吗？你到底还要我怎样？要是下跪有用，法院早倒闭了。滚出去！柳如烟，我再跟你说最后一句，以后别再打着神话集团的旗号出去招摇撞骗，更别想利用我们还没离婚的关系谋好处。要是让我知道你敢这么做，我保证让柳家彻底完蛋，连翻身的机会都没有。柳如烟摔门走后，我刚灌了口酒，就听见走廊里贺明阳的大嗓门在咋呼。何英九，你就真的这么绝情吗？我都做到这份上了，你还是不肯原谅我？难道我们这3年的感情就这么不值钱？哟，这不是刘总吗？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发呆？难道是被九哥赶出来没地方去，要来夜总会兼职上班了？贺明阳，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你给我滚开！柳如烟，你以为你是谁？九哥当初对你那么好，把你捧在手心里，什么好东西都先给你。柳氏遇到危机，他连夜调动资金帮你兜底，你倒好，敢背着他跟陆涛那个废物搞暧昧，你对得起九哥吗？这一巴掌打得又快又狠，我坐在包厢里都能听见清脆的响声，隔着门板都觉得疼。不过贺明阳这小子嘴欠归嘴欠，可这次说的都是实话。柳如烟确实对不起我。何大少，我可是何英九的女人，你敢动手动脚？是吗？九哥都不要你这出轨娘们了，陆涛那废物你都看得上，眼睛瞎了吧？陆涛那家伙连开酒盖都费劲，柳如烟这眼光比我家旺财还烂。我跟陆涛没什么，我们已经和好了。英九答应给柳氏注资1个亿道歉，你们的事都上热搜了，九哥能原谅你。我刚走出包厢透气，就听见走廊尽头贺明阳和柳如烟在吵，脚步不自觉停下，想看看这两人又在闹什么幺蛾子。你少在这自欺欺人，九哥要是真原谅你了，这些新闻怎么会铺天盖地？他现在人呢？怎么没陪在你身边给你撑腰？先前柳如烟和陆涛行为不端，我就劝过九哥，九哥还是相信柳如烟，难道这次也……英九他在处理公司紧急事务，这种捕风捉影的小事他懒得理会。倒是你，贺明阳，明知道我是九哥的人，还敢听信谣言对我指手画脚，你安的什么心？我安什么心？我是怕九哥被你这蛇蝎女人蒙在鼓里。柳如烟，你扪心自问，你和陆涛那点事是假的吗？你和陆涛那点龌龊事，真当我们都瞎了眼？闭嘴！你算个什么东西也配议论我？
我和英九的感情轮得到你指指点点？没有何英九这个靠山，你贺明阳在江城商界连根草都算不上。现在给我跪下，磕3个响头，再把你刚才那些混账话一字一句咽回去，我可以当什么都没发生。不然，我现在就给英九打电话，告诉他你以下犯上，羞辱他的妻子。你猜他是信我这个同床共枕的老婆，还是信你这个随时可以替换的兄弟？你这是在威胁我？九哥不会这样对我的。威胁？何英九的兄弟可以有张三、李四、王五，但是老婆只有我柳如烟一个。我和英九还没有离婚，法律上我就是他妻子。你见了我还得规规矩矩叫一声大嫂，我这是在给你机会。你今天要是敢说一个不字，明天就等着卷铺盖滚出何氏集团，等着被整个江城商圈彻底封杀吧。听到柳如烟说她是我老婆，我差点笑出声。这女人的脸皮厚的比 KTV 的隔音墙还夸张。跪下！九哥他真的又一次心软，原谅了那个女人。为了她竟然真的连我们这帮出生入死的兄弟都打算彻底舍弃了。何明阳，你可千万别忘了，你如今所拥有的一切全都是英九一手一脚为你铺就的啊！没有英九就没有你的今天，你现在又何来今日的风光无限？你要背叛何英九吗？跪下！无论九哥最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我都必须坚守底线，绝不能因为一个女人就亲手毁送了我和九哥之间过命的兄弟情谊。这份情谊是我们在刀光剑影里一起趟出来的，比亲兄弟还亲，我不能也不敢赌。快点跪下道歉！你这是在让谁卑躬屈膝的跪下呢？是想看到谁在你面前放下所有尊严，屈辱的臣服于你吗？我刚从包厢出来透气，就听见走廊尽头传来一阵吵嚷，走近了才看清，贺明阳那小子居然跪在地上，柳如烟还在那儿装可怜，那楚楚可怜的模样，比我昨天看的8点档狗血剧还精彩3分，真是活久见。老公，你可算出来了，你快看看我，贺明阳他刚才竟然动手打我，你看我的胳膊都被他掐红了一大片，现在还火辣辣的疼呢。他力气大的吓人，我怎么都推不开他。呜呜呜！你要是再晚出来一会儿，我真不知道他还会做出什么事来。九哥，我真是瞎了眼啊，压根不知道您早就跟大嫂冰释前嫌，和好如初了。是我有眼无珠，狗仗人势，竟然敢对大嫂那般无礼冒犯，活得不耐烦了。您要怎么处置我都行，是打是骂，是罚跪还是挨鞭子，我保证眉头都不带皱一下的，绝无半句怨言。求九哥您高抬贵手，饶了我这一回吧。谁说我原谅她了？她也配当你们的大嫂？九哥，您没原谅这个女人？我何饮酒与柳氏集团彻底断绝合作，董事会文件3天前就发你们邮箱了，是当废纸烧了，还是集体瞎了？柳如烟，你他妈敢骗我！你说九哥回心转意了，让我给你道歉。老公，你原谅我吧，我真的知道错了，我给你磕头了好不好？求求你了。我说过，把陆涛挪用公款的证据交出来，其他的免谈。老公，我真的没有出轨，我的身子从始至终只有你碰过啊，你怎么能不信我？哈哈哈哈！柳如烟，你这话是在侮辱我的智商，还是在侮辱你自己？你当我何饮酒是那些被女人哄得团团转的窝囊废？告诉你，我何饮酒有的是钱，想嫁给我，为我守身如玉的女人能从街头排到巷尾，我凭什么要你这种不知廉耻的破鞋？退一万步说，我信你没跟陆涛上床，但那不是因为你贞洁，是因为你不敢。你怕陆家倒了，你柳家也跟着陪葬。明阳，别跟这种人置气，走，咱们回包厢喝。你看他那样子，多看一眼都觉得污了眼睛，犯不着为这种人生气，影响了咱们喝酒的兴致。是，九哥，柳如烟，你和你那破公司，给老子等着，这事儿没完。刚才在 KTV 走廊戳穿柳如烟的谎话，带着贺明阳进了包厢时，他眼底那一闪而过的慌乱根本瞒不过我。这点刀虫小技，在我眼里不过是小孩子过家家。柳如烟身体猛地一颤，她强装镇定却掩不住嘴角的僵硬。何饮酒带着贺明阳推门而入，目光如炬扫过全场。震耳欲聋的音乐突然被手机铃声刺骨，柳如烟触电般拨出手机，屏幕上跳动的爸爸二字让她脸色瞬间惨白如纸，手指颤抖着划开接听键。喂爸，你现在立刻给我滚回家，马上，立刻！忙音像重锤砸在柳如烟心上，她握着手机的手无力垂下，整个人像被抽走了骨头般瘫软。我只是想让他紧张一下，真的是我错了吗？她猛地惊起，精致的妆容被泪痕冲花，眼神却燃起不甘的火焰。不是何饮酒太小肚鸡肠，不过是和贺明阳拌起撅嘴，
至于这么多逼人吗？高跟鞋踩在地板上，发出急促的哒哒声，他几乎是落荒而逃，急着回家搬救兵。可惜这招对我已经失效了。柳如烟踉跄着冲出 KTV， 走廊灯光将那仓皇的背影拉得很长，用脚趾头想都知道，柳如烟回家少不了一顿训斥。柳老头对这个独生女向来严厉，这次捅了这么大篓子，怕是要动真格的了。爸妈，柳父猛地转身，一大大的巴掌带着风声落下，他的脆响在客厅回荡。爸，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没脑子的东西？我有没有千叮咛万嘱咐，让你离那个陆涛远点？何饮酒是什么人？他能容忍这种事？整个南城谁不知道他当年是怎么清理门户的？爸，我和陆涛真的只是那天同学聚会喝多了，他送我回家被人拍了。只是个屁！你当何饮酒是傻子，还是觉得他是那种没见过女人被戴了绿帽还能忍气吞声的窝囊废？我告诉你，不把他给我哄好，我拿你试问。老柳，你消消气，小烟都知道错了，现在最重要的是怎么挽回何饮酒。要是他撤资，咱们家的项目就彻底黄了。银行那边催得紧啊，昨天王行长亲自打电话说，再不还贷就要收走市中心那套写字楼了。柳母倒是比谁都清醒，知道柳家现在离了我就是釜底抽薪。可惜呀，早在他女儿对我说出普通朋友那一刻，我就已经让律师发了终止合作的邮件。明天给我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把你妈那条割血红项链戴上。我约了何饮酒，明天晚上在家吃饭，到时候给我放低姿态，好好表现。那串割血红项链何家保险柜里，比这成色好的珠宝能摆满整个梳妆台。那你说能怎么办？爸，这样不太好吧？他现在看我的眼神就像在看一件脏东西，我感觉他真的已经下定决心要和我离婚，不想和我有任何关系了。现在知道要脸了啊！当初和陆涛天天勾肩搭背的时候，怎么不知道害臊？记住，你不是去谈恋爱的，是去救柳家的。明晚7点，迟到1分钟你就等着给柳家上坟吧。柳如烟他爸刚在电话里自逼我说今晚必须陪他闺女吃饭谈谈，我用脚趾头都能猜到，无非是想劝我别离婚，再演一出父慈女孝的戏码。哼，老子没那闲工夫奉陪，抓起外套就往律所冲。这种每天被算计、被监视的日子，我受够了。何饮酒砰地推开律所玻璃门，大步流星往里走，身后跟着提着一个手提箱的于飞。阳光透过百叶窗，在他脸上投下明暗交错的光影，眉头拧成了疙瘩。一名穿着职业套装的女接待快步迎上来。这位先生您好，请问您是要咨询律师吗？有没有提前预约过哪位律师呢？看您的气质，是涉及婚姻方面的诉讼吗？我要离婚，女方那边咬死不同意，还找了些乱七八糟的人来我公司闹，给我找你们这儿最厉害的离婚律师，钱不是问题。啊，好的，您稍等，我这就去通知秦律师。这时门外传来他清脆的高跟鞋声，由远及近，带着古不容置疑的气质。办公室门被咔嗒一声推开，秦晴走了进来，高温细高跟踩在大理石地面上，每一步都像踩在人心尖上，包裹着匀称双腿的肉丝在阳光下泛着细腻光泽，薄臀裙勾勒出流畅的腰线，上身是棕褐色真丝衬衫，眼睛亮得像淬了火的星辰。我抬头一瞧，给人看的身体一震，那双眼睛里的锐气，高温细高跟踩的地板哒哒响，活像踩在我心巴上。这就是传说中那个打离婚官司没输过的秦律师，长得还真挺对我胃口。何先生，这位就是我们律所的秦律师，他办理的婚姻案件胜诉率是100%，业内都叫他离婚女王。何饮酒的目光在秦晴身上打了个转，空身后的于飞使了个眼色，于飞立刻从公文包掏出一沓捆着的现金，递到女接待面前，大概有2、3万的样子。先生，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律所规定不能收。没什么意思，拿着给姐妹们买奶茶喝。女接待站在原地手足无措，脸涨得通红，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丽丽，拿着吧，这些钱对何总来说确实和1块钱没太大区别，不过下次何总要是想送见面礼，不如直接折现打我账户。律所茶水间的速溶咖啡喝腻了。秦律师这话倒是说到我心坎里了，够透彻。女接待如蒙大赦，抓起钱就往外跑，关门时还差点撞到门框。秦晴和饮酒面对面，给何饮酒讲着案子的细节，动作优雅又干练。何总，可以说说你的具体情况了，比如婚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子女抚养问题。哦，你们有孩子吗？秦晴抬头，何饮酒打量着秦晴，一时之间有些看呆了。刚才还想着办离婚，这回盯着秦律师看傻了。幸好他提醒了及时，不然真要丢人现眼。何总，能说说你的事吗？哈哈，秦律师太漂亮，有些看呆了。我离婚的事情是这么回事，我和柳如烟结婚3年，她婚内和她的助理陆涛纠缠不清，那剩下的就拜托秦律师了。我会尽力为你争取到最大权益的。秦律师，你有男朋友吗？跟秦律师谈完离婚的事，我手持我脑子一热就问了她有没有男朋友，主要是她胜诉率100%，人又漂亮，忍不住想多打2句。秦律师，问个私人问题不介意吧？何总，请问你有男朋友吗？果然该来的还是要来的。上学那会儿我刻意丑化自己，骚扰我的人还是不少，没想到当了律师也一样，有的吴家的少爷吴继波。吴家是做地产那个吴氏洪家的。可惜了，不过秦律师，你是真漂亮，
长相是清冷挂的，偏偏眼睛像含着水，身材西装都藏不住的曲线，气质更别说了。往这儿一坐，我那前妻跟你比就是个柴火妞。如果哪天分手了，第一个考虑我。何总，我们这是第一次见面，从咨询到现在还不到1个小时。他这话没毛病，但喜欢就得直说，暗恋那套我玩不来，太娘们了。我知道，我只是表达我内心的真实想法而已，又没说打算怎么样。我何饮酒从来没暗恋过谁，那太不像别人了。喜欢就追，追不到拉倒。何总，请您自重，您还是先处理好离婚事宜，再考虑其他的事吧。离婚协议我会让助理尽快发给您。麻辣个蛋！我要是早点遇见你，就没柳如烟什么事了，更不会有这糟心的离婚官司。何总，于助理还在外面等您。刚走出律所大门，就看到个男人迎面走来，头发梳得正亮，眼神挺帅。你就是何饮酒？你哪位？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些人不是你能惦记的。嘿，说曹操到，郑老头打电话来准没好事，不是要钱就是替他宝贝女儿求情，正好我也想跟他算算柳如烟转移公司资产的账。喂，柳叔叔。哎，小九啊，你这孩子怎么还叫上叔叔了？咱们马上就是一家人了。一家人，柳叔叔怕是忘了，你女儿昨天刚把离婚协议摔我脸上，我和你女儿马上要离婚了，您说我还能让你占这便宜吗？何饮酒，你别给脸不要脸，如烟哪里对不起你，你非要闹到这一步。我告诉你，离婚可以，公司股份必须给如烟一半。股份？柳叔叔是老糊涂了还是装糊涂？他婚内转移的那800万，还有偷偷抵押的3套房产，我还没跟你们算账呢。刚挂了刘老头的电话，我早看透他那点伎俩，想靠吃饭下药绑女儿，门都没有。离婚这是我说到做到。柳叔，我和如烟的事你也知道，强扭的瓜不甜，这婚我离定了。你说，都要离婚了，我还能让你占着便宜吗？饮酒啊，看你这话说的，一日夫妻百日恩，就算真要走程序，咱们也得坐下来吃顿饭，好好商量不是？都是一家人，别把话说得这么生分。一家人？柳叔您可真会开玩笑。3年了，您那点心思我还猜不透。上次您说炖了人参汤让我去喝，结果呢？要不是我留了个心眼，现在是不是该抱着孩子喊您外公了？找我吃饭，然后在酒里下点料，再把如烟扒干净了送我床上。这招您用了多少回了？别费功夫了。我说了，婚必须离。算我怕了你小子。行，吃饭就吃饭，晚上7点，家里做你最爱吃的9转大肠，你必须来。行，正好我也有些事想跟您当面聊聊。挂了电话我就猜，刘老头肯定得找女儿琢磨对策。他那不肯吃亏的性子，眼里揉不得半点沙子，哪会轻易罢休？老柳，谁啊？跟吃了枪药似的。还能有谁？那个何饮酒翅膀硬了，敢跟我叫板了？他又怎么了？离婚的事不是说再缓缓吗？缓到他把我们柳家掏空吗？他答应晚上来吃饭了。哼，看着一天大大咧咧无所谓的样子，其实比猴还精。我那点打算全被他猜透了。爸妈，我刚在楼上好像听到你们吵架了，是饮酒打来的电话吗？他说什么了？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生气？他现在是巴不得吃了我们柳家。他答应来吃饭了。如烟，把陆涛给我约来。陆涛，爸，约他干什么？我们不是说好了以后不再提他了吗？不提。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还不提？让他晚上7点准时到，当着何饮酒的面给我跪下道歉，澄清你们俩那些不干不净的关系，然后你亲自开除他，让他卷铺盖滚出柳氏集团。爸，这太羞辱人了吧？陆涛他好歹也是什么？是你养在外面的小白脸。柳如烟，我告诉你，现在何饮酒揪着这点不放，集团股价都跌了3个点了。你是要柳氏集团，要我和你妈，还是要那个吃软饭的陆涛？柳如烟，我告诉你，你今天就算是绑，也得把他给我绑来，不然我就让人打断他4肢。陆涛，对不起，是我害了你。我明知道何饮酒是睚眦必报的性子，却还贪恋你给的那点温暖，把你留在我身边。是我太高估自己，也太高估何饮酒对我的那点可怜的宠爱了。他根本不爱我，他爱的从来都只是柳家的钱。刚才电话里柳父那点小心思我早看穿了，就算离婚也想让我帮柳家忙，还想下药坑我。我带着于飞直接进了柳如烟家。快进来，快进来，里面坐。老公，真的没法挽回了吗？和我离婚你就一点不遗憾和惋惜吗？柳如烟，你在开玩笑吗？破衣服扔掉再买就是了，有什么可惋惜和遗憾的？真逗。
老公，我没有，我和陆涛确实有些肢体接触，但那都是……停！怎么衣服非要扎破才算破吗？没上床就不算出轨？那带小伞是不是就算没做？你什么逻辑？哎呦，女婿来了，看看妈今天亲自下厨给你做的菜，都是你爱吃的。阿姨，以后少进厨房吧。之前作为你女婿，我不能白了你这份心思。但说实话，你厨艺真不咋地，就你做那菜，叔叔能活这么大岁数都是奇迹了。你英九，这3年我和你爸对你不错吧？你怎么能这么和我说话？停吧，你们为什么对我好，心里没数吗？都阳间的人，就别说那阴间骗鬼的话了。我这话一说，有副刘母脸上的笑瞬间就没了，脸黑得跟快炭似的。再说了，要说对谁好，我何饮酒对你们更好吧？但我对你们好，是因为那会儿柳如烟是我老婆，现在我都不要她了，还能要你们？何饮酒，你别太过分了，你怎么能这么说话？滚一边去！别忘了，你们今天还有事要求我呢，注意自己的态度。刚才在门口把柳家3口那点想靠我捞好处的心思戳破，有福又开始装模作样的套近乎。伯父，我给你2个选择：第一，给何饮酒跪下磕头道歉，取得他的原谅，这500万就是你的了；要么我让人按着你的头给他跪下，并且打断你的腿。爸，如烟，这件事情是因我而起，我愿意取得何饮酒的原谅。何总，我错了，对不起，是我对如烟心思不纯，是我想勾引她，但是如烟一直不答应，我们俩真没什么。老公，我真知道错了，我已经打电话把陆涛开除了，以后再也不见他，你原谅我吧。好一个父慈女孝，你们父女俩配合的真是天衣无缝。柳如烟，我有时候真琢磨不透，你到底要什么？我何饮酒有的是钱，对你也够宠了吧？你转头就跟你的白月光搞到一起，现在为了我的钱又能这么对他？你说说，是你终于发现钱比所谓的爱情重要，还是你的爱本来就这么不值钱？是不是我给你足够多的钱，你就算跟我离了婚，也乐意回来给我当个听话的工具人？刚才看完刘老头拿500万逼陆涛认错的闪回，我早把这家人的虚伪看穿，现在就等着看他们继续演闹剧。刘母缩在沙发角落，像尊不敢出声的木偶。于飞站在何饮酒身后，眼神里藏着几分看热闹的疏离。是不是老子给你钱，你可以和我离婚后给我当个工具人呢？老公，你原谅我好吗？起码我现在真的知道错了，以后也会全心全意爱你。我试过错了，你要是和我离婚，你敢说别的女人不会再出现这种情况吗？起码我还是干净的，我对你的心意比那些外面的莺莺燕燕真多了。干净、心意、真，这女人的嘴怕是抹了蜜，说出的话却比淬了毒的刀子还伤人。当初她和陆涛勾肩搭背的时候，怎么没想过干净2字？柳如烟，你以为所有的女人都和你一样贱吗？我也不怕告诉你，爱一个人，老子也试过错了，掏心掏肺换来一身背叛，一点都不舒坦。所以以后我只让女人爱我，爱别人，这种事体验1次就够了，多1次都嫌脏。英九，再给我一次爱你的机会好吗？我以后什么都听你的，你让我往东，我绝不往西，你别丢下我。我给你奶奶个勺子，你他妈懂什么叫爱吗？柳如烟跪在地上，难以置信地看着何饮酒，眼泪还挂在睫毛上，表情僵在脸上。我告诉你，你在我眼里还不如会所里的小姐，起码人家明码标价，只谈钱不谈感情，干净利落。你这倒好，一边花着我的钱，一边背着我找情人，被发现了还装可怜求原谅，你这叫又当又立，懂吗？来人，把陆涛的双腿打断，扔出去！伯父，不要！你答应过我的，只要我按你说的做，当着何先生的面认错，你就会放过我，还会给我一笔钱，让我离开这里的。你还真信啊？你认为我会放过一个破坏我女儿家庭，差点让我丢了何饮酒这个好女婿的人？留着你，万一以后你再跑出来闹事怎么办？罗老头这翻脸速度比翻书还快，陆涛这傻子居然真以为能全身而退，简直可笑。他怕失望了，柳家这种只讲利益的人家，怎么可能会留下他这个隐患？把差点去掉，别和我玩什么文字游戏。他不是差点毁了我的婚姻，是已经毁了。你柳家要处理他，我没意见，但别想轻描淡写的接过去。我现在才发现，之前把你当对手是多么丢脸的事。你以为柳如烟是真的爱你？别做梦了，她就是坑你呢。把你带在身边，不过是觉得你好控制，能让她在我面前装装深情。
顺便把你当玩意儿让我涮着玩，懂吗？爸，你答应过我的，不会伤害陆涛。我们之间的事和他没关系，是我主动的。陆涛，放心，我会保护你的。如烟，刚才陆涛还在鬼哭狼嚎求饶，柳父一句话就下令打断他腿，保镖一棍子砸在他头上，现在他躺地上跟死狗似的，额头全是血，我看着就来气。客厅里的血腥味混着刘母身上的香水味，难闻得让人想吐。如烟，你说过会保护我的。陆涛，对不起，别乱说话。还愣着干什么？没听见我的话？是。拖出去扔了，别脏了我家的地板。柳如烟，离婚协议签了，然后定个时间去民政局办离婚。我没那么多闲工夫陪你在这里耗。老公，我不想离婚，我是真的爱你的。我知道我错了，我不该被猪油蒙了心，不该和陆涛那种人纠缠不清。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爱我的钱还差不多。当初我生意失败，口袋里只剩下几百块的时候，你躲在娘家半个月都不露面。现在我东山再起，你就说爱我了？这种廉价的爱谁稀罕？你那是爱我吗？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你爱的是我何饮酒能给你的锦衣玉食，是柳家能靠着我抬高的身价。下贱！女婿，你别生气啊。饮酒啊，不说别的，就看在我的面子上，能不能再给如烟一次机会？柳家以后肯定全力支持你，不管是生意上还是别的方面，我们都能帮上忙。面子？他柳家现在还有啥面子？当初帮着陆涛算计我的时候，咋没想过今天会求到我头上？现在知道用利益来诱惑我，早干什么去了？这家人的算盘打的，隔着3条街都能听见响。你的面子值钱吗？当初你们帮着陆涛设计我的时候，怎么没想过给我留面子？现在出事了，才想起跟我谈面子，晚了。刘如烟，我最后问你一次，这字你到底签不签？你就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我们在一起3年啊，整整3年，我陪你走过了最难熬的日子，难道这3年的感情还换不来你一次原谅的机会？你也知道是3年，我用3年的时间对你掏心掏肺，对你好到连我妈都吃醋。结果呢，陆涛只出现了3个月，你就把我们这3年的感情全否定了。你跟着他鬼混的时候，怎么没想过我们这3年的情分？让我原谅你，柳如烟，你真当我是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舔狗吗？我告诉你，不可能。柳如烟，你要是不肯签，就等着法院的传票吧。起诉离婚，我奉陪到底。刚刚柳如烟撕破脸说了离婚协议，回办公室处理一堆找上门的业务时，何氏集团顶楼的总裁办公室里，何饮酒站在落地窗边，思索着柳氏集团近期的合作异动。他皱了皱眉，表情变得凝重。何总，柳氏那边上午又打了3个电话过来，都是柳父亲自打的，您要回吗？不回，让他们等着。柳如烟那边有什么动静？暂时没有，不过我们的人看到柳母去了好几家律师事务所，估计是在咨询离婚相关的事。何总，您要的各分公司季度报表已经发给您了，另外还有几件急事需要跟您汇报。不少和我们长期合作的企业老总都托我带话，他们和柳氏的合同一到期就会立即停止合作，有的甚至想提前终止，转头和我们签新协议。知道了，让法务部跟进一下提前终止合同的事，别让他们钻了空子。还有，我们旗下的星光娱乐公司向集团申请5000万专项资金，说是挖到了几个潜力不错的新人，准备全力打造，冲击年底的娱乐盛典。让财务部门审核一下资金用途，没问题就批了。告诉星光娱乐的负责人，要么不做，要做就做到最好，别砸了我们何氏的招牌。还有一件事，隔壁江省云氏集团的总裁云冰托人约您今晚6点在颐和居见面。他们集团资金链有点紧张，想向我们借款20亿，不过他们打算重新谈借款利率。云氏突然借钱还想改利率，怕不是看柳氏倒了，觉得我何饮酒现在缺合作对象，想趁机占我便宜。这云冰倒是打得一手好算盘。他在想屁吃！我何氏向外放钱，从来都是室内3%，室外5%的利率，从来没有变过的道理。让他们想清楚，要么按我的规矩来，要么就另找门路，爱用不用。好吧。不过何总，我听说云氏集团的总裁云冰不仅是商界有名的女强人，还号称是3省1市的第一美女，不少老总都想和她合作呢。美女不美女的不重要，我做生意只看利益。不过你说咱们的钱放着也是放着，与其让她在银行里睡大觉，
不如找个靠谱的项目让钱生钱。云氏虽然现在资金紧张，但根基还在，值得观察。晚上的见面我去，你让助理把云氏最近3年的财务报表和项目资料都整理出来，我要提前过目。知道了，何总，我这就去办。柳氏的事只是个开始，我和饮酒的商业版图可不止这么大。云冰要是识趣，这笔钱能让他赚，也能让我赚。要是敢耍花样，我有的是办法让他知道什么叫后悔。揣着对云氏的警惕，我准时到了颐和居包厢。这地方是本市有名的高端私房菜馆，古色古香的装修风格，私密性极好，不少商界大佬都爱在这里谈生意。乖乖，这云冰的模样，说是3省第1美女，真没夸张。眉如远黛，眼似秋水，尤其是笑起来的时候，2个浅浅的梨窝特别动人，比柳如烟那种只会装可怜的女人强10倍不止。何总，您来了，一路辛苦。我知道何总向外借款有固定的利率标准，室内3%，室外5%。不过这次云氏借款数额较大，而且还款周期长达5年，不知道何总能否行个方便，将利率降到1/1000？云总，你怕是没搞清楚状况，我何氏的钱从来不是这么好借的。1/1000的利率，你觉得可能吗？何总先别急着拒绝，看看这个再说。这是云氏即将启动的智慧城市项目计划书，这个项目已经拿到了政府的扶持政策，预计5年内的回报率能达到30%。如果何总愿意降低利率，我可以代表云氏，让何氏以资金入股的方式参与这个项目，共享收益。刚听少雷汇报完那3件事，拒绝了云氏调整利率的要求，想着钱的生钱才划算，就带于飞来颐和聚见云冰。他穿旗袍泡茶挺优雅，行礼请坐后，我刚喝口茶让他说正事，他就直接提出把利率降到1/1000，我当时就僵住盯着他。何总，我知道这话听着荒唐，甚至算得上冒昧，但我云氏集团现在是真的遇见过不去的坎儿了。你们云氏家大业大，在地产圈稳坐第3把交椅这么多年，能出什么事？让你亲自来求我降利率？我爷爷上周突发脑溢血，现在还在 ICU 躺着，没了他压着，家里那些叔伯就像脱了缰的野马，一个个都盯着集团的股份。老三把海外项目的资金挪去炒期货，亏了个底朝天。老五拿着公章私自给人做担保，现在对方跑路，银行要冻结我们的核心资产，就这么折腾了半个月，资金链彻底断了。现在城东那个文旅项目马上要启动，要是拿不出启动资金，就等于违约，对方要的违约金是我们现在总资产的3倍。若是违约，自然要赔钱。这是你们云氏自己做出来的烂摊子，凭什么扔给我？让我把利率从5%降到1/1000，等于我白给你们贴利息，还要担着你们随时破产的风险。云小姐，你觉得我何饮酒看着很傻吗？50亿的本金，5%的月息，1个月就是2500万，降到1/1000，直接缩水成500万，真当我神话集团是慈善堂？再说了，云氏这群蛀虫不除，就算我这次帮了，迟早还是要垮，到时候我的钱找谁要？何总自然不傻，反而比圈子里任何一个人都精明。我一直很敬佩你。3年前金融危机，多少大集团都栽了，只有你神话集团不仅稳住了，还吞并了3家濒临破产的公司，能把现金流玩得这么风生水起，就绝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我今天来不是求你做慈善，是想跟你做笔交易。行了，别跟我绕圈子，大家都是商场上摸爬滚打的聪明人，你敢提出1/1000这种离谱的条件，就一定有你的底气。不如直接点，把你的筹码摆到台面上。何总，神话集团家大业大，根基稳固，我云冰在你面前确实没什么能拿得出手的硬通货。地产项目、商铺、写字楼，现在要么被抵押，要么被冻结。我唯一能做主，也唯一拿得出手的底气，就是我自己。我托人打听了，何总正在和柳小姐办理离婚手续，法院的传票应该已经寄到柳小姐手上了。只要何总肯帮我云氏度过这次难关，把利率降到1/1000，我可以嫁给你，做你的何太太。呵呵，云小姐这算盘打的，在华尔街都能听见响。你这哪里是借钱，分明是借了钱，没打算好好还，还想顺便把我这神话集团也当成嫁妆，吃绝户啊！何总觉得不划算吗？要知道，娶了我，就等于和云氏集团正式联姻。我爷爷要是醒过来，肯定会站在我这边。到时候云氏的资源还不都是神话集团的后盾？这笔买卖你不亏。1/1000的利率没问题，但娶你就算了。要我点头有2个条件：第一，云氏旗下那套价值20亿的 CBD 写字楼转让协议签好字拿过来，转到神话集团名下做抵押；第二，云氏集团的营业执照副本
财务公章今天就得交到大堂经理手上，由我的人保管。别急着答应，我还没说完，还有第3个条件。从今天起，你得陪在我身边1个月，随叫随到。什么时候云氏还清了这笔钱，什么时候你就自由了。云总，这3个条件少一个都不行。至于你说的结婚吃绝户，想都不要想。你要是答应，现在就签字盖章；要是不答应，门在那边，慢走不送。云氏集团快垮了，云冰来找我帮忙，想嫁给我解决危机，我没答应，只提了3个条件：转让20亿资产，交公司公章执照，还得陪我1个月。现在他正咬着牙看着我呢。云总，明人不说暗话，这3个条件少一个都不行。你要是想打结婚的主意，借着何家的名头翻身，再把我踢开，或者搞什么吃绝户的舆论把戏，想都不要想。我何饮酒的钱不是那么好拿的。云氏是我爸一辈子的心血，上周他躺在病床上，还拉着我的手说守住家。之前合作过的那些老伙伴，现在一个个都成了缩头乌龟，别说借钱，连面都不肯露。何饮酒是唯一有能力也有意愿出手的人，可他这条件跟强有什么区别？我答应你，但我有一个要求，我们俩的事，包括这3个条件，绝不能让第3个人知道，尤其是我爸和公司的老员工，我不想让他们觉得云氏是靠我卖来的。没问题，小飞，法务那边把转让协议拟好，让云总的人过目。什么时候收到签好字的协议和公章执照，什么时候把周转资金打给云小姐的账户，1分都不会少。知道了，何总，我这就去安排，保证条款清晰，不会有任何漏洞。云小姐，合作愉快，那我们就改日再见了。我说完这话，就准备起身离开。这儿的气氛实在太压抑，云冰那眼神里的不甘像针一样扎人，我没必要留在这儿看他的脸色。交易谈成，目的达到，剩下的就是走流程。刚到集团门口，就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在保安亭旁边晃悠，不用想也知道是谁了，柳如烟。这个女人，我宠了她3年，现在到后知道我跟于氏谈成了合作，又舔着脸凑上来了。柳如烟，你还真是阴魂不散啊！我上次说的还不够清楚，我们已经没关系了，别再来这儿恶心我。老公，你别这样对我好不好？我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上次是他勾引我的，我一时糊涂才犯了错。爱上我，爱我的钱吧。当初你拿着我给你的卡去给别的男人买手表的时候，怎么没想过今天？柳如烟，我给过你面子，别逼我让保安把你嫁出去，到时候难看的是你自己。不是的，九哥，我真的知道错了。我听说你跟云氏集团的云总见面了，是不是要合作啊？我以后不闹了，安安静静的待在你身边，帮你打理家里的事，好不好？我的事轮不到你插手。于飞，把他请远点，别让他再出现在集团门口。刘小姐，请吧。刚把于冰拿捏得服服帖帖，何饮酒迈着轻快的步子走出集团大门，身后跟着一路小跑的于飞。柳如烟死死拦在了他面前，那副刻意装出来的可怜模样，真能把何饮酒昨天吃的山珍海味都给逼吐出来。柳如烟，我今天刚谈成一笔大生意，心情不错，不想跟你在这儿浪费时间发火，赶紧给我滚开！别逼我对你采取什么非常手段，到时候丢脸的可是你自己。刘小姐，请你自重，何总还有重要的会议要开，你这样纠缠不休，小心我们报警。老公，我知道我做错了，你如果执意要和我离婚，我也认了。但看在我们夫妻一场的情分上，能不能答应我一个条件？夫妻一场？他当初和陆涛在酒店里缠绵的时候，怎么没想过夫妻一场？真是可笑。你所谓的条件，就是想让我放过柳家吧？柳家联合外人算计我的时候，怎么没想会有今天？只有柳家彻底没落，你爸妈跪在我面前求饶，才能消除我心头这口恶气。何饮酒，你就这么狠心吗？就算我做错了，那也是我的错，和我爸妈和柳家有什么关系？你是不是男人？夫妻一场，好聚好散都做不到吗？你非要把事情做得这么绝吗？如果你坦诚告诉我你不喜欢我了，你想和陆涛那个小白脸在一起，也会成全你们。可你呢？你不仅背着我偷人，还联合柳家算计我的公司，想把我置于死地。你凭什么还要求我好聚好散？何饮酒的话像一把锋利的刀子，精准地戳中了柳如烟的痛处。她那些伪装出来的可怜和柔弱，在这一刻被撕得干干净净。何饮酒，一人做事一人当。当初算计你的事情，我也参与了，要罚要骂，你都冲我来。柳家是我爸妈一辈子的心血，求你放过柳家，放过我的爸妈。柳如烟，你也太高看自己了。我何饮酒做事从来都是一报还一报，柳家怎么对我的，我就怎么对你们。
我要让你和陆涛这辈子都只能在底层苦苦挣扎，每天为了一口饭发愁，眼睁睁地看着我何饮酒在云端上肆意潇洒。何饮酒，既然你这么绝情，那就没什么好谈的了。我告诉你，我绝对不会和你离婚，我要一直绑着你，让你永远都别想和其他女人双宿双飞，你休想得到自由。妈的，好好的心情全被你给搞砸了。柳如烟，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还当我是那个把你捧在手心的何饮酒呢？他连一个多余的眼神都懒得给予，转身便朝着集团大门阔步走去，脊背挺得笔直，像一把出鞘后绝不回头的利刃。刚踏上集团门前，身后就传来刘母的声音，刺破了正午的宁静。老柳啊，你倒是快想想办法啊！这何饮酒是铁了心要把我们往死路上逼啊！公司账户被冻结，银行那边又催着还贷，再这样下去，我们柳家就真的要破产了。怎么办？我哪知道怎么办？要不是你养的这个好女儿，整天不安分守己，背着何饮酒勾三搭四，能捅出这么大的篓子吗？当初我就不同意他跟何饮酒离，你偏不听。现在好了，把人彻底得罪死了。爸，我知道错了，可现在说这些都晚了，你快想想办法。何饮酒他现在油盐不进，我真的没办法了，你帮帮柳家，帮帮我啊！为今之计，只有最后一个办法了，就是得苦一苦你了。爸，你说，只要能让何饮酒放过柳家，能让公司渡过难关，别说是苦一苦我，就算是让我上刀山下火海，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在集团大门口当着所有人的面跪下来请求何饮酒的原谅。何饮酒顿了顿，身前三人的对话他听得一清二楚。想用道德绑架我？柳父啊柳父，你是不是忘了，我何饮酒能走到今天这个位置，靠的可不是什么心软舆论，在绝对的实力和真相面前，那不过是一戳就破的泡沫。这没有用的吧？何饮酒他已经铁了心了，他现在根本就不在乎我，就算我跪在这里，他也不会心疼，更不会原谅我。谁说要让他心疼了？我们要的不是他的心疼，是他的妥协。你可是个柔弱的女孩子，还是他何饮酒明媒正娶过的前妻。只要你跪在这里，声泪俱下的跟他道歉，说你知道错了，求他看在往日的情分上手下留情，这件事一定会引发轰动。对，我的傻女儿，你想想，现在的人就吃同情弱者这一套，别说你只是跟人走得近了点，就算真的有什么，肯定是他先对不起你，才逼得你这样。好，我跪，我就不信他何饮酒真的能眼睁睁看着我被众人指指点点，一点都不在乎。何饮酒带着一身寒气回到办公室，于飞紧随其后。刚走进来，办公室的门就被一阵急促又慌乱的敲门声打断。李老大的几乎要把门。慌什么？天塌下来了，还是集团着火了？进我的办公室，不知道先敲门请示吗？何总，对不起，是出大事了。您前妻刘小姐，她当众跪在地上了。现在门口围了好多人，有我们公司的员工，还有不少路过的市民，已经引起不小的轰动了。柳如烟，你忘了当初你和你那个情夫是怎么算计我公司机密，怎么在我面前耀武扬威的了？这笔账可不是你一跪就能清的。既然你想玩，那我就陪你玩到底。柳如烟，既然你想站在风口浪尖，那我就成全你。今天我就让你知道什么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刚才在办公室听说柳如烟在门口闹，带着于飞就冲出来，远远看见她跪着举牌子，上面写老公我错了。这戏演得比8点档还狗血，周围为了看热闹的路人。我的天，这么漂亮的姑娘，膝盖都跪红了吧？何总也太狠心了。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听说这是柳氏集团的千金，前阵子跟何总结婚，估计是犯了什么大事，不然能这么低声下气。夫妻哪有隔夜仇啊？何总也是，这么多人看着，就不能先把人扶起来？传出去多难听！别凑热闹，指不定是人家商业炒作呢。现在的有钱人，为了利益，什么戏都演得出来。刘总好手段啊！光天化日之下演这么一出，是算准了我何饮酒要脸，还是算准了神话集团丢不起这个人？饮酒，我知道错了，我不该跟你闹脾气，不该质疑你的决定，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我以后都听你的。既然刘总已经做到了这个地步，我也不好再咄咄逼人，和平离婚，大家好聚好散，省得彼此难堪。饮酒，谢谢你，我就知道你心里还有我，我知道是我对不起你，是我太任性了。够了，不用再说了，我和饮酒说话算话，不会故意针对，但以后商场之上，我们各凭本事，再无半分情分。饮酒，非要走到这一步吗？我是真的爱你的，我们不离婚好不好？我可以把转移的资产都还回来，我可以帮你打理公司，我们重新开始。柳如烟，你别给脸不要脸，要是把老子逼急了，我不仅会让柳氏集团彻底破产，还会让你转移资产的那些烂事全曝光在媒体面前，到时候你哭都没地方哭。行，但我不会放弃的。饮酒，我知道你只是一时生气，我以后会继续追求你，直到你原谅我为止。于飞，通知法务部尽快办理后续手续。
陆涛，你不用担心了，事情解决了，何英九已经同意和平离婚，也答应不再针对柳氏集团，你可以回我公司继续当助理了。如烟，太好了！我还有个更大的好消息要告诉你，我找到我的亲生父母了。我是福省陆家遗失在外的儿子，现在陆家已经认我了，有陆家给我们撑腰，我们再也不用怕何英九了。真的太好了，陆涛，这真是天无绝人之路。你现在在哪？我马上过去找你，我们好好商量一下接下来的计划。柳如烟签完离婚协议就站在门口接电话，声音里透着惊喜，估摸着是陆涛认亲大事儿。我懒得再搭理他，转身往公司走。于飞紧跟着我，写敲击大理石地面的声音渐渐远了，就只剩下我和于飞的脚步声。何英九朝着公司内走去，于飞跟在他身边。九哥，你真就这么放过柳如烟了？离婚协议里连股份分割都没提，这可不是你的风格啊！柳如烟都用出舆论绑架这招，再不答应他，整个神话集团的股价明天就得跌3个点。但他欠我的债，我会让他连本带利一点一点还清楚。处理完白天的事，晚上准备出来放松一下。刚离开包厢抽根烟，就听见隔壁 VIP 包厢传来桌椅碰撞的吵闹声，隔着厚重的实木门都挡不住。何英九在走廊里的中间，指尖夹着只点燃的香烟。突然隔壁砰的一声闷响，他没疯没瞧。晴晴，你真当老子傻是吧？和你谈了1年多，你天天不是这事就那事，除了牵手，老子连你头发丝都没多碰过。何英九夹着香烟朝发出声响的地方走去，透过包厢的门口，隐约看见里面晃动的人影，索性转过身在门口停止。吴继波，我说了我有自己的事业，我白天在律所处理案子，到晚上8点，还要给考司法的学生上网课到11点。你哪次约我不是临时起意？还想骗我？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就是拿我当挡箭牌。上次城西那块地竞标，要不是我爸出面打招呼，你以为张总凭什么把项目给你？现在没人骚扰你了，律所合伙人对你另眼相看，你挺会玩啊！听完这话，我差点被烟呛到。这吴继波怕不是个傻子吧？被人当挡箭牌还在这儿发火，怕不是被猪油蒙了心？何英九闻言低笑出声，他眯起眼看向包厢门内，秦晴穿着棕褐色职业套装，头发柔顺的披散在肩后，即使被吼得脸色发白，脊背依旧挺得笔直。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如果你始终这样恶意揣测，我们可以分手。但我再说一次，我绝不会在婚前和你做越界的事，这是我的底线。你当我3岁小孩吗？我们都是成年人。我以为你是考验我一段时间，没想到你还当真了是吧？装什么清纯玉女？秦晴被扇的身子一歪，精致的发型散了几缕发丝垂在脸颊，她捂着脸后退2步，指缝间渗出血丝。既然吴大少做不到尊重女性，那我们分手。分手？你想得美！你耍了老子1年多，现在说分手就分手吗？真当我吴家是好欺负的？那你想怎么样？我警告你，别乱来！我手机里有录音，你今天要是敢动我，我绝对告到你身败名裂。录音？好啊，那也得等老子玩完你再说。你不是喜欢装吗？今天老子就让你知道成年人该怎么玩。何英九指尖的香烟燃到尽头，猛然间才回过神，他看着包厢门内秦晴狼狈不堪的样子，突然转身向前走了2步。这女人倒是比看起来有骨气，可惜眼神不太好。挑了这么个玩意儿，再闹下去，我的香烟都要抽完。刚才跟于飞在包间里把柳如烟那摊子事说开，心里堵得慌，就揣着烟盒溜到走廊透气。KTV 的走廊永远弥漫着廉价香水和酒精的混合味，吵得人脑人疼。刚点上烟吸了2口，隔壁包厢突然炸了锅，摔杯子的脆响混着女人的惊呼，动静大得跟拆房子似的。我夹着烟往门缝里瞟了眼，对，真是冤家路窄。秦晴捂着脸上那泛红的巴掌印，眼角泛着泪光，却死死咬着唇。今天真是出门没看好，碰上这么档子烂事儿，管吧，嫌麻烦。秦晴要是真在这儿出了岔子，我跟柳如烟那离婚案怕是得拖到下辈子。算这草包倒霉，撞上我心烦的时候。吴继波，玩女人玩到动手动脚，你家老爷子教你的规矩就是这样的吗？吴继波猛地回头，油腻的脸上还挂着险笑，看清来人后瞬间僵住，故作镇定地说：何英九，你在这儿装什么蒜？这是我跟我女朋友调情，轮得到你个外人插嘴？秦晴趁机缩到包厢角落，抓起桌上的果盘挡在身前，身体还在发抖。女朋友？可她是我的辩护律师，我和柳如烟离婚的事还需要她。我不希望我的律师出现任何问题。我的人你也敢动？吴继波被打得鼻青脸肿，满脸通红。何英九，你敢打我？别人怕你，我吴家不怕。我爸可是……何英九突然抬手，又是3拳指着吴继波，脸色的撞翻桌子，10几瓶洋酒噼里啪啦砸在地上。你爸是谁来着？是那个去年求着我给他公司注资3个亿的那个，还是上个月在慈善晚宴上给我端茶递水的那个？吴继波瞳孔骤缩，酒意醒了大半。你想干什么？我想让你知道，酒精在接触头皮的瞬间炸裂，琥珀色的酒液混着鲜血顺着吴继波的脸颊流下，他像解烂木头似的直挺挺栽倒在地。你吴家在我这儿连平等对话的资格都没有。你爷爷见了我得喊声小何总，你爹见了我都得递烟。你算个什么东西？也配在我面前说不怕？吴继波躺在地上哼哼唧唧，突然像疯了似的嘶吼：何英九，
你敢打我，我要让我爸废了你！都这德行了还嘴硬，看来是真没挨过社会的毒打。这小子脑壳里装的怕不是浆糊，也不想想你弟公司的命脉还粘在我手里。要不要现在给你爷爷打个电话，让他老人家评评理，看看是他孙子该打，还是我手太欠？记住了这个圈子的规矩，钱可以随便赚，女人可以随便玩，但别碰硬茬。下次再让我看见你骚扰秦律师，我就把你那点龌龊事打印出来，贴满你家公司大楼。何饮酒，今天的事我记住了。吴继波愤愤盯着何饮酒一眼，立即跑离。秦律师怎么会招惹这样的人？缺钱吗？刚才那一下酒瓶砸得够响，吴继波那混球捂着流血的额头，像条丧家犬似的骂骂咧咧跑了。包厢里瞬间安静下来，只剩下我和秦晴。他还在轻轻捂着刚才被吴继波上红的脸，眼眶泛红，睫毛上甚至还挂着未干的泪珠，那模样倒真有几分楚楚可怜的委屈。我母亲肺癌晚期，一直在医院化疗，每天的费用像流水一样。弟弟明年就要高考，学费、生活费哪一样都不能少。我本想着借着吴继波的名头，在何总您这儿搭个线，做点小生意，没想到反倒让何总看了这么一场笑话。跟着我，这500万现在就是你的。500万，吴继波也承诺过。他那是想买断你，把你当成一件随时可以丢弃的玩物。我不一样，我只是想玩玩，5次，1次100万，公平交易。何总，我是缺钱，很缺，但我不是出来卖的。您知道我为什么能忍受吴继波那样的蠢货1年多吗？因为他有未婚妻，他给不了我婚姻，我也就不用对他负责。大家各取所需，干净利落。啊，这么说，如果我要娶你，你就肯点头？可以考虑。好，我先离婚，这500万你先拿着，给你母亲治病，供你弟弟上学，我们相处看看。好，何总，您起码有一点，比吴继波强100倍。您从来不失信。轻轻抬腿就走，高跟鞋敲击地面的声音在空旷的包厢里显得格外清晰。他没有回头，径直离开了包厢，看着他挺直的背影消失在门口。我突然觉得这女人远比吴继波那个蠢货难搞得多。那家伙一酒瓶就能砸得他哭爹喊娘的逃窜，可他呢，能让我心甘情愿掏出500万，还让我心里七上八下，一点底都没有。这感觉真不爽。秦晴离开后不到3分钟，包厢门再次被推开，于飞快步走了进来。何总。何饮酒依旧坐在沙发上，拿着桌上的威士忌，琥珀色的液体在水晶杯壁上缓缓滑落。他仰头喝了一大口，希腊的液体灼烧着喉咙，却让他更加清醒。小飞，立刻让人去查秦晴，还有那个吴继波。我不相信，这一切都是巧合。您的意思是这里面有猫腻？你觉得以吴继波那点智商，能被一个女人耍得团团转1年多？还有，他和吴继波的矛盾早不爆发晚不爆发，偏偏赶在我要和柳如烟离婚的节骨眼上，而且。好巧不巧，就在我喝酒的包厢隔壁爆发。世上哪有这么多恰到好处的巧合？我明白了，我马上动用所有关系，一定把这件事查得水落石出。先是柳如烟和陆涛那对狗男女，现在又是秦晴和吴继波，这一个两个的，真当我何饮酒是泥捏的，是可以随意拿捏的软柿子？刚跟秦晴谈完那事儿，转头就来民政局跟柳如烟办离婚。这3年总算要画上句号了。民政局门口，秋风卷起几片落叶，何饮酒和柳如烟并肩走出大门，两人手中都捏着一本暗红色的离婚证。曾经笑靥如花的两人，此刻眼神空洞。饮酒，我们真的不能再试试了吗？我真的爱你，不是一时冲动。爱我，柳如烟，你爱的是神话集团董事长夫人的位置，不是我何饮酒这个人。柳如烟猛地抬头，泪水终于滑落，她想伸手去拉何饮酒的衣袖，却被他嫌恶地避开。3年了，你演的不累，我看的都累了。一辆黑色豪车无声滑到路边，何饮酒拉开车门，头也不回地坐了进去。黑色车身像一道闪电，迅速驶离，只留下柳如烟僵在原地。车开得飞快，我没回头，那些假惺惺的不舍，看了都堵得慌。何饮酒，你为什么就不相信我真的爱你呢？既然你不信，我就证明给你看。我不信，我们3年的感情，你会说放下就能放下？高级餐厅内，何饮酒独自坐在卡座，面前摆着一份7分熟的菲力牛排。于飞靠墙站在不远处，像一尊沉默的雕塑。秦晴踩着高跟鞋快步走来，在他对面坐下，将一张银行卡推到他面前。何总，我母亲手术费急用，先从您上次给的卡里取了80万，剩下的还给您。何饮酒眼皮都没抬，收下银行卡，什么都没说。这饭做的比柳如烟做的强10倍，至少不用边吃边听他瞎扯爱不爱。当年他做的饭3分熟能做成菜，还非说爱要趁热才够真心，真心能值几个钱？何总，这80万算我借的，我会尽快还您。既然您说想试试相处，我们别掺杂太多利益纠葛，我只求一件事。哦，说来听听。我想去您集团任职，一是需要一份高薪工作还债，二是想多接触，彼此了解。好啊，明天上午9点，
神话集团顶楼总裁办报道，当我助理。他眼睛亮得像捡了宝，差点当场跳起来，以为进了集团就能一步登天，太天真了。神话集团是什么地方？多少人挤破头想进来，最后还不是被磨平了棱角？真的，何总，您没开玩笑？我从不开玩笑。秦晴激动的脸颊泛红，何饮酒看着他，眼里掠过一丝讥讽，连演都不会演，原来的刚烈劲儿去了。现在为了进集团，上赶着讨好我。啧，女人啊，果然都是善变的动物。当初气势的，如今这副低眉顺眼的样子，真是让人倒胃口。秦晴深吸一口气，努力维持镇定，抬眸直视何饮酒。何总，我知道您可能觉得我是为了钱或者别的什么才接近您，但我向您保证，我进神话集团是凭我自己的能力，我会证明给您看，我不是你想的那种女人。民政局门口的冷风还没吹散离婚证上的油墨味，柳如烟那句我真的爱你犹在耳边打转，我却只当是离婚典礼的背景音乐。此刻餐厅的烛火摇曳，秦晴的动作优雅的像精心编排过的舞台剧，红唇轻启说明天公司见。呵，这戏码开场的比我想象中还快。饮酒，那我先回去准备入职材料，明天神话集团见。听说您亲自面试新人，我可得好好表现，不能给您丢脸。明天9点，总裁办等你。秦晴转身离开，棕褐色包臀裙摆扬起弧线。九哥都查清楚了，秦晴3年前和吴继波同居，他母亲透析费、弟弟学费全是吴继波付的。吴家老爷子说了，除非吴继波放弃继承权，否则不认这个凤凰女。所以吴继波导演这场戏，让他接近我，等我们结婚，最好奉子成婚，再制造意外、车祸、坠楼，我死了，神话集团继承权就落魏王人手里。何饮酒摊开照片，看到照片上亲密的秦晴与吴继波二人。等秦晴拿到控制权，吴家还会反对。能吞神话的贤内助，可比草包孙子有用。到时候掌钱掌权，郎情妾意。于飞掏录音笔播放，秦晴交打声便传了出来。继波，你放心，神话财务报表初稿我弄到了。难怪非要进总裁办，这是来当商业间谍。是啊，只可惜他们算漏了，我能踩着尸骨上位，靠的不是脸。需要处理入职申请吗？还是让他在江城消失？不用，刚离婚就有人送上门解闷，挺好。柳如烟走了，正好缺个会演戏的女主角。通知人事部，明天9点我亲自给秦晴办入职，告诉她想玩，我奉陪到底。我这心空得很，需要活人来暖暖。九哥，您是想将计就计？计，这不过是小孩子过家家。明天让他入职，就安排在总裁办。那您的意思是，给他一把我办公室的钥匙，让他每天都有机会知道我的一切。我倒要看看这位贤内助怎么在我身边挖到他的爱情基金。对了，告诉人事部，给秦晴再安排一间单人宿舍，离公司远点，最好是监控少的老小区。明白，方便他汇报工作。还有，把吴继波最近在城南那块地的小动作透露给秦晴，记得做的不经意些。您要引蛇出洞？不是让他知道，跟着我能得到的远比吴家许诺的多。明天早上9点，我要在公司门口偶遇他，告诉他穿得漂亮点。何饮酒缓缓起身，迈步走向门外。他抬眼望向秦晴离去的方向，唇边漾开一抹似有若无的弧度，宛如猎人目睹猎物自投罗网时的那份笃定与悠然。方才于飞那小子倒是痛快，直接把秦晴的底牌给掀了。吴继波安插的人，想借着勾引我这由头，给神话集团下套。姐啊，我最近正好闲得发慌，既然他想演戏，我就陪他好好玩玩，全当看场免费的狗血喜剧解闷了。这会儿，他正穿着那条恨不得开到大腿根的包臀裙，踩着10厘米的细高跟，扭着水蛇腰在公司走廊里晃悠，周围那帮没见过世面的小子，眼睛都快粘他身上了。秦晴身着紧身包臀裙，搭配豹纹细高跟，妆容艳丽，头发烫成大波浪，自信满满的走在走廊中央。他故意放慢脚步，腰肢狂摆，引得两旁格子间的男员工纷纷停下手中工作，站在走廊两侧或明或暗地偷瞄，甚至有人小声议论：我去，这谁啊？咱们公司啥时候来了这么个尤物？以前怎么没见过？听说是何总新招的秘书，叫秦晴，昨天下午刚来的。秘书，我看不像。你们说，这会不会是咱们未来的老板娘啊？没瞧见何总最近正跟那个黄脸婆闹离婚吗？秦晴对周围的目光和议论声尽收耳底，嘴角勾起一抹难以掩饰的得意笑容，下巴抬得更高，步伐也愈发摇曳生姿。何饮酒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手指夹着一份合同，看似在审阅，实则眼神有些漫不经心。砰的一声，办公室门被推开，秦晴走了进来，反手带上门。何饮酒放下合同，目光肆无忌惮地在他身上圈去，从他精致的妆容一路滑到他裸露的雪白大腿。秦晴则故作娇羞地走到何饮酒的办公桌旁。何总，您看我今天有什么工作安排吗？工作不急，先陪我聊聊。饮酒，你坏死了，大白天的就占人家便宜。你以后都是我的人了，现在提前收点利息怎么了？这还不乐意？哼，男人果然都一个德行，没一个好东西。
还是我的季波哥对我真心实意？殷九，你说的是真的吗？你真的会娶我？不然呢？为了你，我可是连吴家都不惜得罪了。你又不是不知道，而且我这么急着跟我那个前妻离婚，你还不明白我是什么意思吗？我的心意，难道你还看不出？如果你真的肯娶我，那我这一颗悬着的心也总算是能放下了。何饮酒的手开始不老实起来，朝着秦晴光滑的大腿缓缓摸去，眼神中带着一丝侵略性。秦晴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眼神闪过一丝慌乱。何总，您是知道的，我是个传统保守的女人，在我们还没有正式领证结婚之前，我是绝对不会把自己交出去的，这是我的底线。宝贝，这还不简单？那我们明天就去民政局领证，好不好？这样你总该放心了吧？真的吗？明天就去？好啊，太好了。你瞅瞅他那德行，俩眼睛亮得跟黑夜里突然点亮的灯泡似的，活像刚在马路上捡了个金元宝，还是沉甸甸的那种。也不想想，这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天上掉馅饼也得砸晕几个人呢。我这鱼饵下的这么明显，恨不得直接告诉他快来吃。他倒好，还真就这么急不可耐的咬过了，连点伪装都懒得做。秦晴啊，秦晴，我真不知道该说你聪明还是说你蠢。这么拙劣的演技，这么急切的心情，生怕别人不知道你另有所图似的。就你这样，还想跟我玩心眼？不觉得自己太心机，连演都演得不符合逻辑吗？当真是利令智昏。刚才打发走秦晴那贪心的女人，心里正堵着呢。于飞说允兵把协议签了，我就跟着回了这别墅。这允兵倒是比我想象中干脆，就是不知道他憋着什么大招。何饮酒的黑色豪车停在独栋别墅门前，于飞快步绕到后座拉开车门，白色西装衬得他身形挺拔。何饮酒一身黑色高定西装，左手插兜，面无表情的下车。九哥，云总已经签好了资产转让协议，执照和公章也都给我们了。他还挺有魄力。云氏集团的窟窿查清楚了，内部分裂严重，3大元老各立山头，云家重男轻女。云总3年前力排众议接手烂摊子，刚有起色就被他堂哥云涛挪用公款填赌债，现在银行催债函都发到总行了。没想到他居然没有骗我。云总今晚7点会准时到别墅，履行承诺。把云兵的全部资料发我手机，包括他小学在哪所学校毕业。是，九哥。我刚跨进门，就瞅见柳如烟穿着紫色丝绒旗袍站在那儿，笑得跟朵盛开的罂粟花似的，真是阴魂不散。穿着旗袍、金色高跟、肉丝袜的柳如烟就在门口，面带微笑的等待着。老公，你回来了。柳如烟，我们离婚协议上的签字墨迹还没干，你是看不懂汉字，还是记性被狗吃了？我这不是担心你吗？你胃不好又挑食，张妈上个月辞职回乡下了，家里连个会熬燕窝粥的人都没有，我特地炖了你最爱喝的佛跳墙，小火慢煨了6个小时呢。你是不是有什么大病？离婚协议书第17条写的清清楚楚，双方不得干涉对方私生活。怎么？我知道啊，可是离婚了，我就没有重新追求你的权利了吗？你要重新追我？饮酒，我知道错了，以前是我鬼迷心窍，被猪油蒙了心。这半年我没有一天不想你，没有你的日子，我连呼吸都觉得疼。你疯了吧，柳如烟？我再说一遍，我们的感情早在你和陆涛在一起的时候就烂透了。感情烂了可以重新缝补，就像这旗袍破了，我可以找老师傅绣朵花上去。而且饮酒，你晚上没人暖床，不是又要靠安眠药才能睡着？我记得你最喜欢我穿黑色蕾丝。柳如烟，你不会以为跟你离婚之后我就找不到女人了吧？就算是能找到别的女人，但是你找的那些庸脂俗粉根本没有办法和我相提并论。柳如烟话音刚落，大门打开，穿着漂亮的云兵走了进来。柳如烟看向云兵，顿时愣在原地。云兵看到柳如烟也愣，刚和于飞敲定云兵签协议的细节，推开别墅大门就见柳如烟堵在门口，一身淡紫色旗袍衬得她身形窈窕。话音未落，门铃乍响，云兵站在雕花门外，雪白色套裙勾勒出干练曲线。柳如烟脸突然僵在半空，两人四目相对，空气瞬间凝固成冰。3省1市的第一美女，云氏集团总裁云兵，她怎么会来这儿？柳如烟脸色从错愕褪成苍白，睫毛在眼下投出细碎阴影。柳如烟，收起你那套把戏，她是我现在的女人，轮不到你智慧。她是我前妻，非要倒贴回来，你说是不是范姐？看来我来的不是时候。不，你来的正是时候。我这前妻虽然不太干净，但是做的菜还挺干净。何饮酒说着，拉着云兵往餐厅走，桌上摆着不少菜。柳如烟望着何饮酒揽着云兵的背影，泪珠砸在光洁的大理石地面，引出深色圆点。何饮酒，你明知道我不是为了那些。滚！柳如烟哭着跑出去，高跟鞋的声音渐行渐远。她的抽泣声消失在门口时，我已经坐在餐厅里了。粮食凉了点，但正合胃口，算他没白在厨房耗2小时。何饮酒和于冰对坐。你刚才对他太过分了，他看你的眼神。眼神？他看我时，瞳孔里倒映的是神话集团的公章。你不也一样？云氏集团的资金链还能撑多久？我和他不一样，
我们是公平合作。合作？那就换种合作方式。走吧，既然你没胃口，那我们就直接下一场吧。何饮酒将云冰拦腰抱起，走进卧室，把云冰扔进卧室时，他像只受惊的雏鸟蜷在床上，看着他雪白脖颈上的红痕，突然觉得索然无味。云冰捂着胸口，水晶吊灯在他锁骨头下细碎光斑，眼角还挂着未干的泪痕。从柳如烟到秦晴，再到现在的云冰，他们爱的从来都是神话集团董事长的位置，谁会在乎何饮酒是谁？云冰咬着下唇，月光从落地窗躺进来。装什么贞洁烈女，签协议时的精明劲儿呢？我和你签协议是为了云氏，那就拿出诚意。反正你我各取所需，何必演这出戏？他眼睛开始掉眼泪，我心里没波澜，反正他们都一样，装什么无辜？哭。现在这点眼泪算什么？等会儿有你哭到肝肠寸断的时候。何饮酒，你以为所有人都和你一样，眼里只有利益交换吗？哦，是吗？那你告诉我，你深夜孤身一人跑到我这里，又是为了什么？难道是为了和我探讨人生哲学？我是来确认你合作的诚意。何饮酒附身而上，水晶灯的光芒在两人交叠的身影上明明灭灭。云冰的无业生被尽数吞没在夜色，昨晚的事闹得心里不舒坦。翻了半宿云冰的资料，从学籍到工作履历，居然干净的像张，半点和利益挂钩的痕迹都找不出。他的资料居然这么干净？你是第一次，为什么不早说？告不告诉你有什么区别？我只是没想到，像你这样的长相，能把第一次留到27岁，圈子里算奇迹了。我没你想的那么廉价，整个设计院都知道，我从不和异性单独相处，更别说27年就没对谁动过心。没有。他咬着下唇瞪我的模样，下唇都咬出了红印，到底昨晚默默流泪时，多了几分刺猬似的倔强劲儿。行了，今天在家歇着，我去集团。用不着你假好心，我还有设计图要交，我只是答应陪你，没卖身给你，你没资格管我。随你，盯着点，别让他乱跑。在集团待了一整天，心思根本没在文件上，签字是笔尖总画出雨。冰早上咬着下唇，眼尾带泪却不肯服软的模样，连副总汇报项目都走神了3次，烦躁的把文件扔在桌上，开了一半的会所信推给副手，抓起外套就往回赶，连自己都没察觉，脚步里藏着几分连他都不愿承认的牵挂。宁心，辛苦你守了一天。何总，这活儿可比跟着您跑项目轻松多了。就是云冰小姐那边，她还在楼上。从您走后就没出过卧室。中午我送粥上去，她只说没胃口。我看她脸色不太好，她在书桌前咳了好几声。轻轻推开门，最先撞进眼里的就是他缩在床头的模样，暖黄床头灯只照亮半张脸，电脑冷光却把他脸色映得愈发苍白，额角的细汗顺着下颌线滑进衣领，连我开门的倾向都没听见，手指还在键盘上机械的敲着，时不时弯腰咳两声。宁心说他没吃饭，脸色差，果然半分不假。这不是说要去忙正事，怎么倒是挺听话的待着了？疼得走不动路，不方便而已。一天不吃饭，真当自己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女。他挣扎得像只炸毛的小刺猬，手在我背上轻捶，腿刚抬起来就怕踢到我，力道收了又收。我故意松了松手臂，他立刻紧张地勾住我脖子，那点倔强瞬间卸了大半。何饮酒，放我下来！被人看见像什么样子？你就是个混蛋！老实点儿，楼下炖了鸽子汤，补身子的。我抱你下楼吃饭，真饿死在我这儿，我还得处理后事。刚才把一天没吃饭的于冰从卧室哄出来，我得亲自下厨做几个菜，他那胃可经不起折腾。别问我为啥做饭带围巾，上次被油烟烫出个红点，这丫头愣是削了我3天。你会做饭？何家这种门第，不都请米其林私厨吗？18岁那年，在巴黎打工，中餐馆老板说我颠勺比法国人翻煎饼还溜，而且别人做的菜里要是藏点不该有的东西，我上哪儿说理去？也是。何饮酒父母双亡，孑然一身。财经杂志说他是商界孤狼，要是有人想对他下手，在食物里动手脚简直轻而易举。还有个松鼠桂鱼，等我3分钟。他好像没有财经报道里那么冷血。我快速炒完剩下的3菜1汤，摆上桌时，这丫头正拖着下巴盯着厨房方向出神，口水差点流到桌布上。这都是我外婆才知道我爱吃这些，连葱姜蒜都挑得这么干净。你大学在微博发过17条美食打卡，去年生日在朋友圈晒过，外婆做的松鼠桂鱼，连你对花生酱过敏这种小事，何氏集团的信息库不是摆设。那我有洁癖的事情你也知道。昨晚你咬着我肩膀说床单要换真丝的时候，就知道了。何饮酒，
你流氓！再不吃，糖醋排骨要凉成糖醋冰棍了。吃完饭没一会儿，这丫头脑袋就开始小鸡啄米。我把她抱回卧室时，她还迷迷糊糊的揪着我衬衫领子，嘴里嘟囔着排骨再给我留2块。我轻轻带上门，打算去公司处理急事。刚走到电梯口，就听见卧室门咔嗒一声响。这丫头装睡的本事倒是练得不错。云彬醒了，径直走到大厅，我早让宁心在这儿等着。这丫头好奇心比猫还重，上次偷偷跑进我书房，差点把保险柜密码输成她生日。你是宁心，那个连续3年蝉联国际女子自由搏击冠军的女武神宁心。我看过你比赛视频，你一记侧踢能踢断5厘米厚的木板。袁小姐过奖了，何总说您早上没吃多少，厨房炖了燕窝粥，需要现在端上来吗？不用了。我突然想起阳台的多肉还没浇水。何饮酒到底想干嘛？请个世界冠军来当保姆，是怕我跑了，还是怕我被人绑架了？袁小姐对我的格斗履历似乎很感兴趣，是否需要安排基础防身术教学？先教会他别在花盆里种大蒜。收到，何总，云彬小姐有什么问题，我及时与您联系。今早我溜出卧室时，云彬还蜷在被子里像只猫，没想到这才半小时，他到现在大厅布阵了，看那眼神，8成是算准宁心会来取文件。宁心啊，你说你一个姑娘家，天天跟着何饮酒那个冰块脸，图什么？他办公室不是咖啡渍就是文件山，哪有我这儿的玫瑰茶好喝？要不跳槽来我这儿，5险1金翻倍，年终奖发股份，怎么样？袁小姐，您这玩笑开的比九哥的冷笑话还没分寸。我是九哥的特助，不是跳槽的程序员。谁跟你开玩笑？你看他身边除了于飞那个糙汉，就是一群技术宅。你一个女孩子熬夜加班，连杯热汤都喝不上。跟着我，我让张妈每天给你炖燕窝，周末还能陪你逛街买包。再说了，你留在他身边，不就是怕他被哪个莺莺燕燕拐跑？来我这儿，咱俩联手盯着他，不比你单打独斗强。袁小姐对九哥的私生活倒是比我还上心，连于飞爱喝什么牌子的可乐都摸得门儿清，看来没少下功夫调查。彼此，他派人查我袁氏的账，我总得知道对手是谁吧。不过话说回来，你刚才说跳槽很简单，还不要酬劳。您看，这是九哥上周让我拟的家属特助分配协议，上面写着呢，只要您成了何家的女主人，我这个首席特助就自动转为您的专属保镖兼生活助理。别说酬劳了，您让我给您剥虾都行。嘿，这丫头片子居然把我藏在抽屉里的协议翻出来了，亏我还以为藏得挺隐蔽。谁要当什么女主人？他那点家底，我云氏随便一个项目就比他总资产多。再说了，他上次还说怕我嫁过去分他财产，催着我签婚前协议呢。袁小姐，您真以为九哥是在乎钱的人？5年前他创业失败，兜里只剩300块时，都把最后一碗牛肉面分给了流浪狗。他让您签协议，是怕云家那边施压，给您留条后路。这5年他嘴上不说，手机屏保还是您3年前在慈善晚宴上穿红裙子的照片呢。照片？他什么时候拍的？我怎么不知道？肯定是偷偷存的，说不定还打印出来贴床头，天天对着流口水。袁小姐，如果有一天你和九哥在一起，我希望你能多关心他。他一路走来，其实很苦很累。我背靠云氏集团，能帮我隔绝很多的恶意。他白手起家，一个人打下这基业，这一路多少难处，也就只有他自己知道了。家里的事暂时放一放，公司研发项目出了问题，我得赶紧开会问清楚情况。怎么回事？研发项目怎么会资金不足？刚在茶水间安抚完为新品推广焦虑的宁心和云彬，屁股还没坐热，研发部这盆冷水就兜头浇下，60亿的资金缺口，够我在市中心买2栋写字楼了。这口气怎么能咽得下？3个月前你们说资金链稳如磐石，上周说最后一轮测试即可量产，现在告诉我钱不够。何总，新能源电池研发本就是摸着石头过河。我们试了11种电极材料，前10种不是能量密度不达标，就是循环寿命撑不过500次，直到上周才敲定石墨烯复合配方，现在就差最后一轮稳定性测试了。何总，我们通宵做了30组对比实验，这次的数据真的……我要听解决方案，不是实验室报告。财务部，集团流动资金还有多少？何总，上周刚按您指示，给欧洲分公司赚了20亿用于建厂。加上季度股息分红和几个地产项目的垫资，目前能动用的只有18亿。60亿减18亿等于42亿的大窟窿，总不能把写字楼抵押给银行吧？那宁心的推广预算下个月就得喝西北风。何总，现在引入资本就像蛋糕快烤熟了，让人分走一大块。我们测算过，量产后专利授权费加上硬件销售，5年内至少能翻50倍。50倍，
前提是你们能活到量产那天。没有资金，实验室的设备明天就得断电，测试数据拿什么验证？是我没控制好研发周期，我愿意承担全部责任。责任当初是我拍板要做固态电池的，要罚先罚我决策失误。都散了吧，关姐留下。秦晴这丫头眼睛里藏不住事，刚才在会议室就盯着关姐的后脑勺瞧，着实琢磨着怎么替何饮酒敲打这位技术痴。关总，着什么急？何饮酒把你留下，不就是想听听你的独家方案？秦总就别取笑我了，何总向来拿定主意的事，谁劝得动？我倒觉得你比谁都清楚该怎么办。刚才何饮酒说找合作商时，你攥着笔的手都泛白了，怕什么？怕技术机密泄露？秦总，这种话可不能乱说，我们签了保密协议。可协议防不住人心，你担心的是那些资本方会不会安插技术顾问，对吧？毕竟专利池里有3项核心工艺，是你带着团队熬了3年才突破的。何总常说钱能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可有些东西不是用钱能衡量的。所以你打算自己垫钱，还是去找你那位在中科院当院士的导师？关总监，您走这么快做什么？何总也是为公司长远考虑。长远考虑，夫人，我们攻关3年，从实验室到中试线，哪次不是九死一生？现在电池能量密度突破，续航测试刚过1000公里，眼瞅着就能量产。正因如此，才要引资本入场啊！你想，生产线扩建需要20亿，上下游产业链整合至少15亿，光靠自有资金怎么撑得住？可那些风投只会吸血，他们懂什么叫固态电解质的界面阻抗吗？懂什么叫硅基负极的体积膨胀控制吗？他们只会逼着我们压缩研发周期，牺牲安全标准。关总监是技术大牛，自然看不上资本运作，但您别忘了，何氏集团去年财报显示，流动比率已经跌破 1.2， 再不注资，下个月的工资都要发不出来了。是我没用，上周去求李行长，他连办公室门都没让我进。别灰心呀，招合作商的事说不定有转机呢。您先回去盯着车间，我进去劝劝何总。秦晴推门进来，身上的香水味飘过来，我就知道他接下来要开始演了。猜猜我是谁？除了你这只偷腥的猫，还有谁敢在我办公室撒野？你真讨厌，刚才跟关姐吵架了，她脸都绿的像您办公室那盆发财树。你偷听？人家是关心你嘛，关姐就是太轴。新能源这块蛋糕，咱们何氏吃独食容易噎着。你看特斯拉不也跟松下合作电池吗？他懂个屁！那些资本方只会要求3年内上市，5年内套现。我何饮酒的技术，凭什么让他们分一杯羹？饮酒，你别生气了好不好？你看你领带都系歪了，招合作商的事不如交给我。你上次让你去谈个钢材采购，你把人家销售经理骂得当场哭鼻子。那是他想占我便宜，我知道我以前不懂事，但现在我们是合法夫妻了呀，你就让我试试嘛，不然公司那些老股东总说我是金丝雀。金丝雀也分种类，你这只是带毒的那种。他这声金丝雀说的委屈巴巴，我差点没忍住笑。上次酒会上把对手对哭的人是谁来着？帮我分担，我能相信你吗？你当然可以信任我了，我可是你的未婚妻。走吧，领证去吧。你说真的吗？你要想招商，也得挂着我何饮酒的名字，否则没有人买账的。饮酒，你放心，只要咱们领证，我就是你的人。饮酒，先领证。刚和秦晴领完证，红本本还揣兜里热乎着呢，正想找地方庆祝，迎面就撞见吴继波带着朋友出来，真是冤家路窄啊！是吴继波？怕什么？现在你是何太太。啧，哪来的苍蝇扰了兴致？那不是秦小姐吗？旁边那男的谁啊？挺横啊！这不巧了吗？吴大少爷来喝喜酒啊？哦，不对，你这种情场浪子，怕是只认得酒店大床房吧？何饮酒，别给脸不要脸！我和朋友谈生意，你算什么东西也配搭话？九爷是吧？我们吴少忙着呢，10项就滚开！巧了，我也忙着带我太太度蜜月，不像某些人，追了1年多，连手都没牵过，只能带狐朋狗友来买醉。饮酒，怎么了，老婆？没什么。老婆，何饮酒，你确定他真心跟你？真心，至少他现在合法的丈夫是我，不像某些人，连给他名分的勇气都没有，只会在背后嚼舌根。吴大少，听说你家老爷子
又给你安排相亲了，这次是哪家千金啊？他妈再说一遍，再说10遍都行。要不要我把你俩堵酒店门口的照片发群里？哦，对了，还有上次你酒驾撞人的事。够了，老公，算了，我们去楼上吧，我订了烛光晚餐。听见没？我太太叫我老公呢，不像某些人连前女友的手都没碰过，还好意思自称情圣。晴晴，你锁骨上那颗痣还是那么性感。你他妈再说一遍！老公，别动手，他喝多了。吴继波，记住了，现在她是我何饮酒的女人，再敢多看一眼，我挖了你的眼睛。怕他？不是，按原计划进行，让他今晚有来无回。吴少，真要这么做？要是被老爷子知道？知道，等我拿到何家的地盘，他只会夸我做得好。刚才吴继波提到你右锁骨那颗朱砂痣时，你抖得像筛糠，这可不是你平时在我面前装的镇定模样。我只是害怕，他看我的眼神像要把我生吞活剥。怕他，还是怕我发现什么？比如你脖颈处那道新添的吻痕，和吴继波衬衫领口露出的抓痕，怎么看都像是同一场激战的产物。我没有，饮酒，你想多了。别装，亲切。从你今天故意在吴继波面前叫我阴酒开始，我就知道你这把刀磨得很锋利啊。何饮酒，你就狂吧，你怎么都想不到，你是若珍宝的老婆，是我睡过3年的女人，更是我安在你身边的催命符。这场戏才刚刚开始。刚才在酒店大厅把吴继波气个半死，现在我和晴晴回了房间，手里拿着2杯红酒等着他。等很久了。等我的新娘，再久也值得。今天可是个值得庆祝的好日子。庆祝我们新婚快乐。当然，也庆祝你我联手，气走了不速之客。饮酒，这酒后劲怎么这么大？我怎么有点发烫，头也有点晕乎乎的。放心，有点晕是正常的，毕竟今晚是我们的新婚夜，需要助个兴，放松点。这个变态果然在酒里动了手脚。看着他软倒的样子，我心里一点波澜都没有，随手就把他扔到了床上。真当我何饮酒什么人都看得上，白送上来我都嫌你脏，也不掂量掂量自己。吴家的棋子也配肖想何家少奶奶的位置。昨晚把晴晴丢在床上就走了，今天一早我在办公室处理文件，晴晴就找了过来，脸上还带着刻意装出来的娇羞。老公，你早上怎么一个人从酒店走了？害我醒来看不见你，心里空落落的。公司临时有紧急会议，走得急了点。怎么没我陪着，睡不着？讨厌。对了，有个天大的好消息要告诉你，我拉到了60亿的投资，红星药业的王总，你知道吧？他有意拓展业务，听说我们在搞新能源，主动提出要投资我们。哦，60亿，不愧是我老婆，就是有实力。看来我今晚可得好好奖励你，好好感谢你为公司立下的大功。老公，你也要注意身体，别太累了。我刚回来，公司那边还有点事要处理，我先去忙了，晚上等你。这么着急走，不多陪我一会儿？不了，工作要紧嘛。老公再见。九哥已经调查清楚了，红星药业的老总王健是吴老爷子妹妹的女婿，这60亿投资根本就是吴家的钱，借红星药业的名义投过来的。这投资来得这么巧，果然是吴家设的局，想用这点钱收买晴晴，安插在我身边当眼线。吴家这是把我当3岁小孩哄，60亿就想收买我身边的人。小飞，我是不是这段时间对他们太客气了，让他们产生了什么错觉？九哥，可能是因为如烟小姐的事情，让他们觉得您状态不稳，所以才敢这么明目张胆。哪壶不开提哪壶，柳如烟3个字直接戳中我的痛处。你要这么说，那我确实是蠢驴，被那个女人耍得团团转。九哥，是我失言了。对了，九哥，还有一件事情，柳氏集团最近动作很大，正在全力开发西区的生态城项目，而且柳如烟已经正式把陆涛召回柳氏，让他担任项目副总。刚才把晴晴那女人扔床上走了，回来越想越无火，60亿投资居然是吴家的，这是把我当袁大头耍。正好于飞进来，我得好好算算柳氏那笔账。这才过了几天，柳家那点伎俩就藏不住了，哪怕是装孙子，好歹多装几天给我看看。九哥，柳氏那边今早还派人送了合作意向书，说是想追加城西地块的开发。追加？他们拿什么追加？用吴家偷偷塞给他们的救命钱？要不要我现在就把意向书退回去，顺便给刘总提个醒？急什么？放出风声，就说我何饮酒最近闲得慌，打算拿柳氏集团练手，让那些跟柳氏有借贷往来的家伙都竖起耳朵听仔细，
别到时候柳氏资金链断了，他们的钱打水漂，可别怪我没提前打招呼。明白，我这就去安排，保证让圈子里的人都知道，柳氏现在是九哥您盯上的猎物。去吧。柳天成，你儿子动我女人的账还没算，现在又敢联合吴家摆我一道，这次让你柳家彻底玩完。从办公室回来，刚推开门就听见云冰在哭，缩在沙发上跟个受气的小媳妇似的。银心劝了半天也没用。为什么资金会不足？我们上周开会详细算过的，20亿明明是刚好能盘活城东项目的。云总，是董事会紧急决议，他们说烂尾楼业主闹得凶，先划5亿去赔偿，剩下的10亿，董事长亲自拍板，要追加到大少爷的新能源项目里。一群蠢货！烂尾楼的事情已经上了3次热搜，如果这周再拿不出解决方案，业主去市政府静坐，云氏集团的股价会跌成什么样？他们不知道吗？云涛那个项目就是个填不满的窟窿，凭什么用我的救命钱去填？云总，董事长说大少爷的项目关系到云氏未来转型，您这边的项目可以暂缓。暂缓？等我这边项目黄了，云氏就等着一起完蛋。冰姐，您别急坏身子，要不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能有什么办法？我为了拿到这20亿，在何饮酒那个混蛋面前装了多久的孙子？现在倒好，爷爷一句话就把一半划给了云涛那个草包。我站在玄关，听着她哭得抽抽搭搭的样子，这丫头平时跟个炸毛刺猬似的，张牙舞爪谁都不怕，哭起来倒像只被雨淋湿的小兔子。听染呼，凭什么我付出了清白换来的钱，他们说抢就抢？哟，这是哪家的小哭包跑到我这儿来撒野了？云大小姐，你哭这么大声，是想让全别墅的佣人都知道你被家里人欺负了？要你管？多大点事啊？至于哭成这样，不就是少了10个亿吗？我再借你10个亿就是了。你说真的？10个亿你就这么随便借给我？不然呢？总不能看着我的债主破产吧？到时候谁还我钱？何饮酒，你是不是觉得我很没用？放心吧，10个亿不用抵押，也不用利息，我让财务连夜打给你，明天一早就回你家，把烂摊子收拾干净。这段时间不用留在这儿。何饮酒，谢谢你，我以为你会觉得我麻烦。不帮你怎么办？挺有能力的，偏偏长个猪脑子。那栋烂尾楼最开始就是你大伯负责的，他们只是让你来背锅。现在让烂尾楼事情发酵，就是想要把你赶出云氏集团。没办法，我爷爷重男轻女，向来偏向我大伯一家，我只能做哭活累活，才能在集团留下一席之地。我看着他那副认命的样子就来气，都被人欺负到这份上了，还想着讨好，真是蠢的可以。幼稚。云冰，我告诉你，这个圈子要么吃人，要么被吃，人不狠，站不稳，想着让人认可你，不如想想如何让人记得。既然他们偏心，我也不期待了。何饮酒，再帮我一个忙，别得寸进尺，把宁心借我一段时间。我爷爷这次要开会立遗嘱，这次回去我需要人保护我。你做梦！宁心不是赵子龙，你也不是刘备，老子更不是公孙瓒，别给我玩这套。还有，我只是暂时让你回去，等你事情结束，欠我的都要给我补上。好，等事情结束都补给你。他把腿搭我腿上，我手贱摸了2把，软乎乎的，差点忘了还要装出一副不耐烦的样子。何饮酒，你说我这次回去真的能赢吗？为什么这么肯定？我掐指算的，庙里拜的，甚至跟池塘里的老王八许过愿。行了吗？下次别问这种蠢问题，事在人为，有我给你兜底，怕什么？好，睡觉。这女人起床轻的跟偷东西似的，生怕吵到我，也不看看我是谁，这点动静能行。不过她这小心翼翼的样子，倒也不算太蠢。
蠢女人。宁心，你这是？我在等你，九哥吩咐让我跟你回江省，贴身保护你。去吧，赢不了就不用回来了，我丢不起那个人。何饮酒，我真要输了怎么办？你输不了。云斌带着宁心赶回江省，直接开了家族会议。我知道他手里的证据够让那几个家伙慌神。爷爷，这是云涛负责的城西项目中虚报开支、挪用公款的凭证，还有大伯利用职务之便私下转移公司股份给外戚的合同，都有签字和盖章。云冰，你血口喷人，这些都是伪造的，这里面肯定是有什么误会。误会？城西项目的施工队队长，还有您转移股份时的中间人，现在都在楼下等着，要不要请他们上来对质？爷爷，关于投资云涛项目和股份分配，我希望您认真考虑。不是的，爷爷，不是这样的，你听我解释。我跟着云冰到了这会议室，在外面听了好一会儿，里面吵得跟菜市场似的。云老爷子那偏心眼子看得我都替云冰不值。现在时机差不多，该进去搅搅局了。云涛少爷居然涉嫌贪污，这次的烂尾楼不就是他们弄的？要不是云冰小姐，早就出事了。小兵家丑不可外扬，你就这么见不得小涛好吗？哼！爷爷，是他贪污在先。什么叫贪污？无非是把我留给他的钱提前花了一部分而已。爷爷，你太偏心了，贪污和花钱能是一码事吗？你就不怕把集团交给他，让集团没落吗？集团到我手中，先不说没落不没落，起码他永远都姓云。而你是女人，你是要嫁人的，你早晚都是别人家的人。董事长，云冰小姐的能力，我们都是有目共睹的。是啊，这次集团危机，如果不是云冰小姐力挽狂澜，我们云氏集团根本挺不过去。爷爷，你看吧，我早就和你说云冰狼子野心，你还没怎么样呢，他就开始收买集团高层了。这样，集团股份绝对不能流落出去，由云涛继承，但是分红权一人一半，而董事长和总裁的位置就由云冰来担任。爷爷，你就这么偏心云涛吗？你有当我当成云家的一份子吗？这主意打得真精，股份攥孙子手里，让孙女干活，明摆着给云涛当免费劳工。云冰这傻丫头，怕是还没反应过来。云冰，爷爷的做法已经很公平了，你难道还要质疑爷爷的决定吗？就凭你还想和我斗？你什么你？爷爷这招已经分裂我拉拢了的高层，难道就这么输了吗？别做梦。啧啧，让孙女给孙子打工，这算盘打得隔3条街都能听见响。刚才在门外听着里面的闹剧，老头偏袒孙子的操作真是让我开了眼。现在该我进去给云冰城撑腰了。你是什么人？谁让你进来的？保安，把他给我赶出去！我啊，号称是临海第1大债主，也是你云氏集团的第1大债主。我今天是来收债的。原来是神话集团的合同，我云氏集团确实欠你的钱，但是还没有到期吧？到期我们肯定会还的。我已经把借款合同带来，上面写的是一体签分，后30年。我是看在云冰的面子上，而且只收20亿的钱。你们既然要把云冰赶走，这钱我自然要收。何总这么说是不是有点不近人情？没有云氏集团，云冰凭什么借款？老头，你说错了，没有云冰，我1分钱都不会借。
你，我瞥了眼缩回去的云涛，心里暗笑，就这三脚猫功夫还敢跟我动手？于飞站我身后可不是本样子。你们云氏集团的人都想清楚，要不就让你讲。你们的公账，还有集团大厦的手续，据我所知，神话集团的何总您一向一言九鼎，诚信满天下。你这么做不是砸自己招牌吗？以后谁还敢找你借钱？诚信那是给正常人的。况且，云氏集团，我只和云斌对话，他不在云氏集团，我做什么都算不上实心。诚信，对这帮吃里扒外的家伙谈诚信，我脑子又没进水。还有。我喝饮酒可不是什么好人，实行就实行。你觉得我在乎？大不了套现销售生活就好。刚才我已经把底线亮明，要么留云兵，要么立即还钱。现在云老爷子盯着我，看样子要松口了。你和小兵是什么关系？能为他赌上这么大的身家？云老爷子，我今天来还有一件事，我非常看好云斌的商业以后执行，想代表我们公司跟云氏集团谈一场深度跨越的战略。这椅子坐的比站着舒坦多了，正好借这功夫歇会儿，看看云家这群人怎么盘算。可这毕竟是我云家的产业。我怎么可能甘心交给别人？爷爷，在你眼中我是外人吗？和珅，你终归是要嫁人的。爷爷，我和你保证，就算我结婚了，我也会生下一个男孩。这个男孩跟我姓云，这样可以了吗？他连未来孩子的姓氏都赌上了，看来是铁了心要守着云家产业。小兵，你记住你今天说的每一句话和说的每一个字。放心吧，爷爷。我现在宣布，云氏集团股份，老二继承49%，云兵继承51%，集团董事长和执行总裁由云兵担任。爷爷，何总，现在满意了吗？和我有什么关系？我只和云斌对话。既然他没同居，之前的条件都继续。何饮酒，我们的交易我会记得的。只要我忙完这边的事情，就过去找你。你的钱我也会一分不少的还你。刚从云家谈完那堆继承和合作的事，我回到办公室没坐多久，秦晴就慌慌张张的冲了进来。看来他也收到新能源项目失败的消息了。老公，这是怎么回事？我刚刚听说集团宣布了新能源的研究彻底失败了，关姐不是说肯定成功的吗？这种东西的不确定因素实在是太多，就算是失败了，也是正常的。再研究吧。那怎么能行呢？红星药业投的钱怎么办啊？当时白纸黑字可是写的清清楚楚，研究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既然投资了，就要承担相应的风险，要么继续追加投资，拜拜。不可能，这不可能，怎么会这样？这是合同，你自己看。他翻合同的手指抖得像骰子，当初签的时候眼睛都不长，现在才知道怕，完了。老公，你必须要帮帮我，我当时可是为红星药业的投资做了担保了，这要是赔钱，我就全完了。啧啧，演技真不错，我就纳了闷了，就你和何锦波，凭什么认为你们能
逗你。何饮酒，难道你从一开始就知道了？原来如此，你就是在陪着我们过家家。我伺候了你这么久，现在吴继波也被你坑了60亿，吴老爷子是绝对不会放过我们的。过家家，这游戏玩的可真大，60亿的学费够他们记一辈子了。老公，我们可是合法夫妻，你把钱还给吴家，救救他。我向你保证，我立刻和吴继波断掉，这是我欠他的，现在就当还给他了，好不好？难道你觉得不会放过算计我的日子？还有那结婚证，你觉得那是真的吗？不，这不是真的，你在骗我，对不对？刚才在我办公室拆穿秦晴和吴继波合谋骗我的事，秦晴瘫在地上站不起来，这会儿吴继波那边指定乱成一团了。怎么会这样？秦晴说一定能赚钱的，为什么会失败呢？这可是花了整整60亿。不是，不好了！吴少，我刚得到消息，秦晴背叛了你，她爱上了何饮酒。这次的事就是她和何饮酒设的局。可恶，这个贱人，我要让他死！秦晴失魂落魄的从我办公室溜了，我让于飞把他反水的消息递到吴继波耳朵里，好戏才刚开始。九哥，你让我传的消息，这会儿已经传到吴继波那边了，他现在很生气。谁损失了60亿，都得生气。 60亿打了水漂，换谁不得弃城河豚？吴继波这是自找的，让人密切监视秦晴。吴继波可能会对秦晴动手。收到，明白。喂，怎么了？我想你了，今晚回来陪我。你算计秦晴的事情我知道，但是你有没有跟她发生关系？这可不是你该问的事情。不过，我何饮酒的眼光可不错，像是那样的女人。我知道了，我今晚就回去。刚挂了允斌的电话，他那点小担心我懂。我跟秦晴之间从来就没什么真家伙。宁心，你说何饮酒有没有骗我？云总，我跟你说过了，何总不是你想象的那种人，他的心其实很好的，只是他吃过亏，也吃过苦，知道怎么保护自己了。是啊，跟在他身边的女人都在算计他的财产，我有云氏集团的庇佑，都面临这么多阴谋诡计，他要是不狠一点，只怕早就被吃的骨头都不剩了。宁心，走吧，我们现在就回去。好。昨晚处理完秦晴和吴继波那档子破事，回到卧室倒头就睡，睡得跟死猪似的。要不是允冰这丫头戳我鼻子，我能睡到晌午头。蛮牛。一大清早的吵醒我，我可是火气很大的。何饮酒，我们结婚吧。我们现在这种关系不好吗？不好。我没料到他会这么直接否定现状。刚睡醒的那点躁一瞬间被堵在了喉咙里。你知道离婚有多么？如果不打算跟我结婚，那你一直把我当什么？我故意提起30亿的承诺，就是想让他别再揪着结婚这事不放，免得大家都难受。现在你只是在履行当初的承诺，别忘了，你还欠我30亿。何饮酒，你真让我恶心。明明你那么迷恋我的身体，为什么就不同意娶我？你应该知道，我云冰跟那些女人不一样。哎，云小姐，
其实九哥不会谈恋爱，他身边出现的女人也都是从交易开始的。不过他对你是最为特殊的。特殊？是的，他对于别人都可以威逼利诱，唯独对你有些无可奈何。不论是秦晴还是柳如烟，都无法左右他的情绪。但是我刚才能感受到，他内心也很犹豫。我知道了，谢谢你，宁心、宁心。你能跟我多说说英九的事情吗？早上云冰突然跟我提结婚，我拒绝后他骂我恶心，那2个字像针一样扎在心上。现在我坐在办公室里，指尖无意识地抠着桌面，脑子里全是他失望的脸，乱得像团被猫抓过的毛线，连于飞悄无声息站在身后都没半点察觉。何英九，我们结婚吧。你突然说这个干什么？干什么？如果不打算跟我结婚，那你一直把我当什么？消遣的对象吗？何英九，你真让我恶心。小飞，你相信爱情吗？就是那种能让人不顾一切想要结婚的爱情。闻言，一脸无语的翻了个白眼，刚要开口吐槽，办公室厚重的玻璃大门咔嗒一声被推开，柳如烟穿着一身旗袍走了进来。真晦气，谁把他放进来的？没看见我在忙吗？这又是哪门子的修罗场？英九，好久不见，我今天来是想跟你借5个亿周转一下。柳如烟，你居然还能厚着脸皮来管我借钱，这些年脸皮倒是练得越来越厚，连脸都不要了。英九，我今天不是以你前妻的身份来见你的，是以柳氏集团总裁的身份来和你谈一笔正经生意的。好啊，要借钱可以，利息1%。英九，利息为什么这么高？现在市场上正常的贷款利息不都是3%吗？你这简直是漫天要价。既然是来谈生意，那就摆正你的态度，叫我何总。别忘了，我们早就没关系了，不熟。跟我谈生意，当初卷走公司机密跳槽的时候，怎么没想过今天？何总，那这个利息是不是太高了点？能不能再商量商量？因为我看你恶心，本来就不想借。听说你又和陆涛那个家伙搞在一起了？你果然还是关注我的，不然怎么会这么清楚我的事？他这脑回路也是没使了，我明明白白骂他恶心，他居然还能曲解成我在乎他，这自我安慰的本事真是无人能及。不过你误会了，我和陆涛现在只是单纯的合作关系，你还不知道吧？陆涛居然是福省陆家走失多年的少爷，就是陆炳新的儿子。陆炳新的儿子，就他那样也配？英九，你心里其实还有我是不是？不然你也不会对陆涛这么抵触，这么关注他的底细。别自作多情了，你和陆涛在我看来不过是一丘之貉，都是垃圾。算了，不提他了，我们还是说说贷款的事情吧。利息降到5%，我就用2天周转过来，马上还你，行吗，何总？你这是倒带，你确定要这样？对，就差这一笔钱周转，只要还了这笔钱，银行和其他合作商立马就会继续给我柳家放款，到时候钱一到账，我马上就能还上。可以，那就去找邵雷吧，让他给你走流程，5个亿够你周转吗？谢谢英九，我就知道你心里还有我。我还是那句话，只要你原谅我以前的过错，我随时都能回到你身边。滚蛋，废话真多。他那媚眼抛得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浑身都不自在，恨不得立刻把人打发走，再留着多待1秒，我都得找水洗眼睛。还真敢来找我借钱，倒带这种踩着钢丝的事儿也敢碰，自己找死，这怪不得我。陆涛啊，陆涛，让我看看你到底有多爱柳如烟，愿不愿意为他扛下这5个亿的窟窿？柳如烟借走5个亿的第2天，我让人盯着的消息就传过来了，果然他的麻烦说来就来了。如烟，不好了，出大事了！银行和其他合作商那边根本没有给我们放款的意思，电话打了好几个都没人接。按理来说，我们还完旧贷，新贷应该能顺顺利利倒出来的。怎么会这样？我之前明明跟陆行长谈好的，只要还上欠款，新贷立马就批。可事实就是这样，你这次可是借了5个亿的高息款，1天的利息就高达250万，1分都不能少。这么高的利息，时间长了，柳氏集团根本承受不住，资金链很快就会断裂的。到时候别说公司了，咱们连周转的余地都没有。话音刚落，纪少雷就带着几个身材高大的兄弟从外面推门走了进来，身后的龙套们个个面色冷峻，往门口一站，瞬间就堵住了去路。那气势汹汹的样子，活像逮着了欠钱不还的老赖，脸上半分情面都不留。办公室里的气氛一下子就降到了冰点。刘总，我们可是说好的，借5个亿周转2天，今天就是还款日，现在时间到了，什么情况？钱呢？少磊，你先别急，肯定是中间出了点误会，我现在就给陆行长打电话问问，你再给我10分钟，就10分钟。10分钟后，我肯定给你答复。陆涛站在一旁，大气都不敢出。他看着纪少雷身后那几个面色冷峻的壮汉，心里清楚，纪少雷向来是说到做到。今天要是拿不出钱，后果不堪设想。陆行长，您好，您好，不好意思打扰您，我就是想问问，我柳氏集团的新一批贷款什么时候能下来？贷款？什么贷款？
我怎么没印象？陆行长，就是我昨天刚还完贵行那笔欠款，我们之前约定好的还完旧贷就批的那笔新贷啊，您忘了吗？昨天我们还在您办公室谈了半个多小时，您当时还说没问题，刘总放心。刘总，你是不是误会什么了？我可从来没答应过继续贷款给你。你柳氏集团现在的经营状况，我们银行可不敢再批贷了。要是后续出了问题，谁来担这个责任？陆涛在一旁见他脸色不对，急忙凑过来。柳如烟拿着手机的手猛地一抖，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去，神情一愣，整个人都僵在了原地。你说什么？你们突然不贷款给我们了？这怎么可能？上周我们还在谈放款细节的啊。刘总，您就别较真了。之前是因为和殷九何总亲自牵线担保，我看在何总的面子，也看在神话集团的雄厚的家底上，才敢给你们批贷。但现在你们都离婚了，神话集团跟你再没关系，我们怎么可能继续把钱借给一个没了靠山的公司？陆行长，您不能这么武断啊！您在商场上混了这么多年，难道不清楚我柳氏集团的实力吗？我们旗下的几个项目都在盈利，绝对是有能力按时还钱的。有能力还钱，有能力还用得着去找何总借钱周转？刘总，您就别揣着明白装糊涂了。您去找何总的事，整个圈子里早就传开了，你不会以为我不知道吧？柳如烟愣了一下，脸色一下就变了。不好意思啊，刘总，我们风控部门刚评估完，柳氏集团现在的负债率太高，经营风险实在太大了，我们银行不可能贷款给柳氏集团，您还是另想办法吧。少雷，算我求你了，你能不能帮我跟殷九说一声，让他再帮我担保一下？就这一次，等渡过难关，我一定好好感谢他。啧，刘总，您这记性是不太好了，你不会以为自己还是那个风光无限的何总夫人吧？何殷九现在凭什么帮你？再说了，你身边这位不就是陆家的少爷陆涛吗？他陆家可是家底殷实，难道还帮不了你这区区5亿贷款？陆涛，我知道我们交情不算太深，但事到如今，我真的没办法了。你们陆家实力雄厚，应该拿得出这笔钱周转吧？求你帮帮我。如烟啊，你也知道，我才刚回陆家没多久，家族里的人本来就对我有意见，我根本不参与陆家集团的核心事务，手里没有实权，实在是有心无力啊。我知道了，是我强人所难了，难为你了，我自己再想想办法吧。如烟，我一直没敢问，柳氏集团怎么会突然缺少这么多的资金？之前不是一直运营的好好的吗？3年前，柳氏集团遭遇了一场大危机，差点就破产清算了。这3年来，全靠何殷九一直砸钱帮衬，硬生生把柳氏从鬼门关拉了回来。这3年，我没日没夜的打拼，才好不容易把10亿贷款降到了5亿。没想到我们一离婚，所有的问题都爆发了。柳氏集团暂时没钱还也没事，不过每天的利息可不能少，我每天都会过来收利息的。季少雷说完，带着身后的人转身离去。如烟，你别灰心，现在还有一个办法能救柳氏。什么办法？现在还有什么办法能挽回这一切？只要我们结婚，你就是陆家的儿媳妇，到时候我爸妈怎么都会帮你的。陆涛这小子果然打的是这个主意，我这测试还没怎么着呢，他的狐狸尾巴就露出来了。陆涛，我可以答应你，但我们能不能先不公开我们结婚的事？我现在实在没心思应付外界的流言蜚语。没问题，当然没问题。何殷九坐在办公室位置上，目光锐利如鹰。季少雷带着2名下属快步走进来，神色凝重。九哥，柳氏集团那边派来代表，说近期资金周转困难，之前的贷款暂时是收不回来了，还想跟我们商量延期还款。他们想拖，那便拖着。当初签合同的时候，可是白纸黑字写清楚，逾期利息1天250万，多好，这钱可比正常收贷赚得痛快。还有吴家，按照您的吩咐，我们这段时间集中力量扫荡吴家股票，同时联合几家合作商侵吞吴家的市场份额。现在吴家的股价已经跌到谷底，他们旗下好几家子公司都停摆了，已经快要退市了。不要停，继续赶尽杀绝。当初他们动我身边人的时候，就该想到会有今天。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招惹我的代价可不是他们能承担得起的。吴家那点家底，经这么一折腾，撑不了几天了。想动秦情，就得有被彻底打垮的觉悟。何殷九护短，在整个商圈都是出了名的。是，九哥，我这就去安排，保证不让吴家有任何喘息的机会。季少雷带着下属走了出去，关杰满脸喜色的快步走了进来，手里还拿着一份文件。何总，好消息，我们的新能源项目经过最后一轮测试，大获成功，各项数据都远超行业标准。现在只要找到合适的新能源汽车合作商，马上就可以开始投入生产了。干得好，关姐，这次你立了大功，告诉财务部整个新能源项目的所有员工，这个月奖金翻3倍，另外再给项目组每个人发一笔特别礼金。是，何总。吴家老爷子坐在主座上，吴继波跪在地上。吴继波父亲从外面慌张进来。大，您快看，神话集团刚刚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他们的新能源研究成功了。现在整个集团的估值直接翻了3倍，股价一路飙升。吴家老爷子闻言，捂着胸口，猛地吐出一口血。吴继波父亲连忙上前搀扶。你看看你生的好儿子，被那个秦情贱人玩弄在股掌之中，还连累我们吴家落到这步田地。爷爷，是我没有用，是我太没用了。
我已经找人去撞秦晴了。我本来想给他一个教训，让他不敢再帮何饮酒，可谁知道还是没能阻止何饮酒。你这个蠢货，何饮酒，好狠的手段啊！坑了我吴家60亿还不够，这是还要对我吴家赶尽杀绝吗？我们吴家到底是造了什么孽啊？爷爷，何饮酒这样对我们跟他拼了，就算鱼死网破，也不能让他好过。拼怎么拼呀？何饮酒现在现金流太强了，神话集团估值翻3倍后，更是有无数资本愿意跟他合作。我们吴家本就元气大伤，现在连正常运营的资金都没有了，根本没有还手之力啊！先生，不好了，治安局的人来了，就在门外。他们说大少爷雇凶杀人，现在来抓大少爷回去调查。我吴家彻底完了。九哥，刚从警局那边得到准信，吴基波已经正式入狱了。他手里那几个核心产业，要么被咱们收了，要么断了资金链垮了。整个吴家这回是彻底完了，翻不了身了。好，等这一天，咱们等了快2年了，总算是让吴家付出代价。九哥，不光是吴家，咱们的新能源项目昨天也正式通过了最后的检测，马上就能量产。现在再加上吞并了吴家那几块优质资产，咱们神话集团在这一片那可是实打实的如日中天，没人能比得上了。如日中天是好事，但树大招风啊！这么强的锋芒，怕是早就戳到了某些人的眼睛里，威胁到了他们的地位。接下来的日子不会太远。九哥，您说的对，我查过了，现在周围的3省1市能称得上是咱们竞争对手的，也就只剩下1个了。江家，除了江君泽那老狐狸，还能有谁？小崽子，不是我说你，你爸妈怎么就那么不听话？我好声好气让他们签拆迁合同，他们偏不签，非要当那个出头鸟，这不是断了其余街坊邻居的财路吗？现在房子没了，人也没了，怪谁？不过我也不是不近人情，现在你们何家就剩下你一个了，按个手印，这箱子里的赔偿金就都是你的，够你下半辈子衣食无忧了。一名保镖打开箱子，将大量的现金倒出来，又拿出一份合同，放在何饮酒面前。识时务者为俊杰，早这样不就省事儿了？爸，你放心，江家欠咱们的，我一定会一点一点讨回来，我一定会替你们报仇的。对了，柳如烟和陆涛那边最近怎么样？之前柳如烟借的钱还了吗？柳如烟上周已经把钱都还上了，而且我还得到个消息，他们俩已经偷偷领证了，没办酒席，就家里人知道。还有3天后是安老爷子的60寿诞，柳家一家3口会和陆涛一起去参加寿宴。这对狗男女，之前还装模作样的，现在倒是连演都不演了，倒是心机。小飞，安家那边有给我发请柬吗？没有，安老爷子那边好像是怕您和柳家、陆涛起冲突，所以没给咱们发请柬。看来安老爷子是老糊涂了，他以为不发请柬就能避开事，不过他糊涂了，我们可不能失了礼数。3天后，咱们一起去安家，寿礼备好，该到的场得到。安老爷子虽说糊涂，没搞清楚局势，但该送的礼不能少，该有的礼数不能缺。去瞧瞧那对刚领证的新人，打算怎么接着演这场戏。陆涛，真没想到安老爷子这么给你面子，寿宴这种重要场合都亲自邀请你，看来当初我还真是看走眼了，没料到你有这么大本事。那是自然，陆涛就是有福之人。上次安老爷子在湖边钓鱼失足落水，多亏了陆涛恰好路过，拼尽全力救了老爷子一命。他可是我们柳家的福星，更是安家的救命恩人。陆涛脸上那的意劲儿都快溢出来了，好像忘了当初救安老爷子不过是碰巧陆涛挺胸抬头，嘴角上扬，偷偷整理领带，接受着周围的目光。柳如烟凑近他耳边，手指轻轻摩挲他的手臂，笑容交融。涛哥，你看，大家都在看我们呢，以后有安家撑腰，再也没人敢小瞧我们了。那是，等过了今天，整个城市谁不得给我陆涛几分薄面？柳氏集团的困境很快就能解决。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当初如烟和何饮酒分开，我还担心过，现在看来你比何饮酒强多了，更适合做我柳家的女婿。可不是吗？何饮酒那小子现在再厉害又怎么样？还不是没得到安家的认可。咱们陆涛可是老爷子亲自感谢的人。安老爷子目光就直直盯着陆涛。小涛啊，你可算来了，我等你半天了。老爷子，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今日寿诞，晚辈能来赴宴，实在荣幸。别说这些客套话，快跟我进去，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向大家宣布。老爷子，不瞒您说，何饮酒他对我一直都有意见。您这么隆重的邀请我参加寿宴，他要是知道了，只怕会从中作梗，给您添麻烦啊。他还知道怕我？当初撬走我女朋友，联合柳家算计我公司的时候，可不是这副畏畏缩缩的孬样。今日这场戏，我倒要看看他怎么收场。一个后生小辈罢了，有什么好担心的？在这城里，
还没人敢不给我安某人面子。各位来宾，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参加我的寿宴。今天我安某人要向大家隆重介绍一下，这位小友名叫陆涛，旁边是他的妻子柳如烟，还有他的岳父岳母柳氏集团的刘总夫妇。陆涛小友对我有救命之恩，这份恩情我没齿难忘。今日当着各位朋友的面，我希望大家能给我安某人一个面子，以后在生意场上对陆涛小友还有柳家多多提携，多多关照。这不是柳氏集团的人吗？是啊，九财神何饮酒最近在个行业疯狂打击柳氏，听说柳氏资金链都快断了。安老爷子这是要公开和九财神作对，九财神现在可是如日中天，手下产业遍布全城，得罪他可不是闹着玩的。陆涛、柳如烟等人的神情变得僵。安老爷子，您千万别为了我得罪了九财神啊！我和柳家小门小户的，实在经不起折腾。要不今天这事儿就算了吧。哼，何饮酒又怎么样？有安老爷子撑腰，看你还敢不敢动我？等会儿何饮酒要是真来了，安老爷子肯定会护着我，到时候我就能在柳如烟面前好好露脸了。诸位，正所谓冤家宜解不宜结，陆涛这孩子本性不坏，柳家也是诚心做事的人家，过去的恩怨就过去吧。今天过后，我会亲自登门和九财神好好谈谈的。九财神虽势头正盛，但我安家在这地界立足几十年，这点面子他总得给。只要我开口，他何饮酒还能不给我几分薄面？安老爷子，恕我直言，您去找九财神谈，您真认为他会给您这个面子？安老爷子皱着眉头看过去，脸上带着笑容。这安老头真是老糊涂了。九财神的脾气谁不知道？说一不二，得罪他的人就没好下场，还想替陆涛求情，怕是要引火烧身。原来是丰饶集团的赵总，久仰久仰。安某知道你和那九财神走得近，生意上往来密切，但恕安某直言，在我眼中你们这些后辈还是娃娃辈的。赵总，你要记住，不是他何饮酒给不给我面子，是我安某人已经给够他面子了。安老头还说给够我面子，真是笑掉大牙。他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一个过气的老牌家族，还真以为自己能一手遮天。今天我就让他知道，谁才是这三省一市真正的话事人。哈哈哈，安老头好大的口气！我何饮酒早就说过，三省一市所有家族事、企业、集团，任何人敢对柳氏集团和陆涛提供帮助，就是与我何饮酒为敌。安老头挺大个岁数，怎么就糊涂了？非要趟着浑水。九财神，今日是我安家的寿宴，满堂宾客都在，还望你给个面子。有什么事儿我们日后再谈。这何饮酒也太不给我面子了，竟然直接闯进来搅局。今日若是服软，我安家的脸面何在？这硬拼下去，怕是对安家不利。给你面子，你算什么东西？也配让我何饮酒给面子？信不信我今天不光收拾陆涛和柳家，连你安家一起收拾？我的天，九财神这是要动真格的，连安家都不放在眼里了。九财神，安某人记得我这场宴会并没有邀请你吧？你这不请自来，还如此咄咄逼人，让我有点难办啊。难办？我看那就别办了。这桌子吧，我顺手就给掀了。反正今天这宴会也别想好好结束。寿宴大厅里杯盘狼藉，刚才我一气呵呵掀了桌子，直言这宴会没必要办下去。安老爷子气得手指都在发颤，可没想到这节骨眼上，陆涛居然还敢跳出来指责我做事太过分。何饮酒，你别太狂了，这是我安家的寿宴，轮不到你在这里撒野。抱歉，我何饮酒一向就这么狂，不服气可以试试。何总，今天是安老爷子的6世大寿，你当众大闹寿宴，让安家颜面扫地，这也太过分了。我和安家的事还轮不到你一个外人插嘴，给我老老实实待着，等我收拾完安家再跟你算总账。你简直无法无天！安在也带着几个宝刀从外面快步跑进来，一眼就看到了对峙的局面，脸色瞬间变得慌张，连忙拨开人群跑到何饮酒面前。何总，实在对不住，今天是我父亲的寿诞，他年纪大了，说话不经大脑。刚才他只是想感谢陆涛的一点小恩小惠，至于你和柳家、陆涛之间的恩怨，我安家绝对不会插手分毫。柳父、柳母和陆涛闻言，脸色瞬间变得惨白，眼神里满是惊慌和难以置信。安在也才是安氏集团真正的掌门人，他这话才算数，代表的是整个安氏的态度。看来安老爷子是真有点糊涂了，居然敢得罪何饮酒。还好安在也明事理。混账东西，什么叫做不参与？陆涛是我的救命恩人，他帮过我安家大忙，针对他就是针对我安家。何总，实在抱歉，老爷子年岁大了，这些年不怎么管公司的事，有些糊涂了。现在安家的掌权人是我可以明确表态，我们绝对不会和柳家有任何合作。哼，安在也倒是比他老子识时务，不过想就这么蒙混过关，没门！今天必须让安家彻底认怂，
才能打消其他人的歪心思。我坐在椅子上，看着安在也在一旁苦口婆心的劝说他爸，心里跟明镜似的。今天不给他点厉害尝尝，他是不知道天高地厚。在爷，你怕他干嘛？一个新兴的集团罢了，根基太浅，撑不了多久。我安家屹立百年，底蕴深厚，岂是他一个毛头小子能比得了的？爸，你这些年养尊处优，不闻外事，根本不知道现在的情况有多严峻。爸，你还记得医药行业的吴家吧？就是去年还跟我们有合作的那个吴家。吴家他们怎么了？之前不是发展的好好的吗？吴家前阵子不知天高地厚，得罪了何总，结果被何总的神话集团全面狙击，不到1个月，公司破产，资产冻结，现在已经彻底完了。你说什么？吴家完了？这怎么可能？他们的实力可不弱啊！我翘着二郎腿，看他那眼睛瞪得溜圆的慌张样，跟刚才的硬气劲完全不一样，逗得我差点笑出声。3分钟前，安在也当着满厅宾客的面，跟他那位说1不2的父亲挑明，城西吴家满盘皆输，根上是栽在了何饮酒手上。这话一出口，安老爷子的脸刷的变了，现在这宴会厅里那股子凝固的死气，我揣着站在边上，正好瞧个全套热闹。就他一个半路出家的暴发户，神话集团撑死了算个新贵，怎么可能干得掉吴家那样的老牌家族？你当我老糊涂了？爸，您别只看规模，神话集团的账面流水您见过，现金储备比3家上市公司加起来还厚。更重要的是九财神之手段，吴家大少爷在澳门的赌场窟窿，2小姐的黑料曝光，海外账户被冻结，每一步都踩在死穴上，干净利落，绝不是运气好那么简单。而且他身边的少磊手上是真有硬活的。这可怎么好？小野，早上我还跟理事长夸口，说要给吴家出头撑场面，话都放出去了，现在收回来，我这张老脸往哪儿搁？爸，等会儿您就跟我争执，故意气我几句，然后您就往旁边一倒，装晕，剩下的事我来处理，保准不让您名声受损，还能卖九哥一个人情。好，就按你说的来，但你可得把握好分寸，别真把场面搞砸了。我瞅着这父子俩一唱一和的，安老爷子那挤出来的怒容，安在也那恰到好处的顶撞姿态，活像春晚小品里的经典桥段，差点没憋住笑，但脸上还得端着那副云淡风轻的样子。毕竟我现在是救财神，也有大佬的牌面，总不能在这种场合笑场。就在这时，老爷子开始假装晕倒。你这个逆子，我养你这么大，就是让你这么跟我说话的。我看你是被猪油蒙了心。爸，您老了，精力跟不上了。好好在家含饴弄孙不好吗？集团的事情水太深，就别掺和了。我肯定会好好孝顺您，不会让您受半分委屈。你，快扶住老爷子，赶紧送回后院休息，请张医生过来。何饮酒，你别得意的太早，安家可不是柳家这种软柿子，你在安老爷子寿宴上这么折腾，现在又让安在也跟他老子反目，安家绝对不会放过你。等会儿老爷子醒过来，第一个收拾的就是你，到时候我再添把火，看你怎么死。各位，让大家见笑了。我父亲年纪大了，常年不接触集团的核心事务，很多事情都不太清楚，情绪一激动就容易犯晕。但我在这里跟大家说清楚，我与殷九是多年的好友，情同手足，安家绝不会与他为敌。以后谁要是敢动他的人，就是与安家为敌。安总，您不能这样啊！您忘了吗？上次老爷子在公园晕倒，是我第一个冲上去救的他，我还把我家传的护心丹给他吃了。我对安家可是有恩的啊！谁让你救了？当时我安排的保镖就在3米之外，就算没有你，老爷子也不会有事。再说，你那所谓的家传护心丹，我让医生看过了，就是普通的丹参片，别拿这种东西来邀功。老柳，这可怎么办啊？安家这是要站在何饮酒那边了，咱们之前还帮着陆涛。陆涛，安家这地方咱们待不住了，走。何饮酒，你别太过分，算你厉害。安老爷子站你这边，安总也向着你，你又赢了一次。现在还想做什么？赶尽杀绝吗？满厅宾客看似观礼，实则都在掂量着利弊，站对着输赢。安家父子一唱一和，用一场装晕的戏码，既保全了体面，又明明白白认了我这个朋友。他们看清了时势，也选对了盟友。柳家夫妇从最初的煽风点火，到后来的惊慌失措，不过是为当初的盲目站队付出代价。慌的是后路，乱的是阵脚。而陆涛这个妄图靠虚假恩情攀附豪门的跳梁小丑，被当众戳穿家传护心丹的谎言，沦为全场笑柄。他的不甘于窘迫，不过是自不量力的必然。别急着上火，我没说不让你们走，你们可以走，陆涛留下。你要干什么？何饮酒，我警告你，陆涛是我的人，我绝不会把他留下任你欺凌。好啊，既然你这么护着他，那你们就都别走了。何先生，之前是小女和陆涛不懂事，多有冒犯，我们在这里给您赔不是了，求您大人有大量，放过我们吧。您到底想怎么样？不妨直说。何饮酒，我知道错了，你就放过我们吧。出来混，讲究的就是说话算话。当初我就说过，要搞垮你们柳家和陆涛，这话可不是随口说说。何饮酒，你还是个男人吗？就算我们之前有恩怨，好聚好散不行吗？连体面的分开都做不到吗？现在想起和我讲体面了，你们俩暗度陈仓，背着我搞在一起，
设计坑我的时候，怎么没想过给我留一分体面？有什么事冲我来，别为难如烟。哦，现在知道站出来了，早干什么去了？那你现在还想怎么样？我们愿意赔偿，只要你能放过我们。喂，刘总，不好了，出大事了！我们柳氏集团的3个核心合作伙伴刚刚联合向法院提交了起诉状，把我们给告了。什么？他们凭什么起诉我们？我们和他们的合作不是一直都好好的吗？他们起诉什么？他们说我们先前给他们供应的那批核心零部件有严重的质量问题，是我们为了压缩成本偷工减料，导致他们的生产线出现故障，损失惨重，要求我们赔偿巨额损失，还要解除所有合作协议。如烟，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安总，这里的事情差不多了，那我就先走了。恭送九财神。安家宴上何饮酒那句搞垮柳家和陆涛的狠话还在耳边回响，他手下的于飞做事向来雷厉风行，转瞬间就以煽动3家合作方对柳氏集团提起诉讼。夜已深沉，晚风卷着寒意拍打在柳家窗棂上，屋里的灯光昏黄又压抑，不用想也知道柳家一家子此刻正凑在一块愁的打转。如烟，我真的受不了了。下午我从公司出来，刚拐进小巷就冲出来2个人，二话不说就把1桶泔水往我身上浇，周围还有路人指指点点，我当时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我知道这口气难咽，但我们没有证据，那些人肯定是于飞派来的，可他们做事向来干净，不会留下任何把柄，就算我们报了警，最后也只能不了了之。没有证据又怎么样？他能玩下三滥，我也能。我明天就找人去堵何饮酒的住处，给他点颜色看看，大不了大家互相伤害，谁也别想好过。互相伤害，柳如烟在心里冷笑一声，这陆涛怕是被气糊涂了，也不掂量掂量自己那点本事够不够看。何饮酒在道上混了这么多年，手上的人脉和手段，其实陆涛这种没经历过风浪的人能比的？真要硬碰硬，陆涛怕是连怎么输的都不知道。陆涛，你别冲动，在玩手段这方面，没人能斗得过何饮酒。你忘了他手下的于飞和宁星吗？于飞为了逼合作方签字，能3天3夜守在人家家门口，连老人孩子都不放过。宁星更狠，曾经把竞争对手的商业机密泄露出去，还反过来倒打一耙，让对方身败名裂。他们都是真正的狠人，我们硬碰硬只会输得更惨。如烟，那我们怎么办？难道就眼睁睁看着何饮酒这么蹂躏我们吗？柳氏集团是你爸一辈子的心血，我真的不甘心。对不起，陆涛，都怪我。如果不是我当初和何饮酒起了冲突，你也不用面对他这种魔鬼，更不用受这些委屈。要不我们就把柳氏集团迁走，换个地方重新经营吧，换个小城市，何饮酒未必能顾及到，说不定还能喘口气，慢慢翻身。换个地方重新经营，没有人脉，没有资源，破产的几率是80%以上，而且江家那边还没动静，现在走太亏了，等于把手里仅有的筹码都扔了。不急，再撑一段时间。爸，我们撑下去没有意义的。何饮酒的人天天找事，合作商被撬，项目被搅黄，再拖下去公司就被拖垮了。人狂必有天收，有人不允许何饮酒这样的人存在。刚回到卧室，就看见云冰像只猫似的窝在床上，透着股平时在谈判桌上从未有过的娇憨。要不是前几天还亲眼见他在董事会上力排众议，以雷霆手段整顿分公司，我差点以为他就是个来家里赖床的小丫头。财务部那边我已经盯过了，云氏集团欠你的那笔并购款，今天下午5点前会准时打到神话集团的对公账户，附带的利息也按我们之前谈好的上浮3个点。我以为你至少要拖到月末，毕竟云氏刚回笼一批资金在新项目上。生意归生意，我云冰从不欠人情，更不欠账目，况且这笔钱本就该给你。这么说，我们之间的交易算是彻底结束了。他刻意加重了交易2个字，像是在刻意划清界限。卧室里的气氛瞬间淡了几分，连阳光都像是被遮住了似的。那我下次能继续来这里吗？不是以云氏老总的身份，就以朋友的身份。云总这是对我的能力很认同，打算跟我发展长期合作，还是觉得我这里的床比你家里的舒服？何饮酒，我爱上你了，你娶我吧。他这话来的突然，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瞬间激起千层浪。我手里的扣子都顿了半秒，冰凉的金属扣落的指尖有些发麻。感情这玩意儿在我这儿早被柳如烟折腾的不敢碰了。3年婚姻，从海誓山盟到同床异梦，最后落得个被卷走半副身家的下场，那种疼我再也不想体会第2次。我也承认跟你相处很舒服，甚至我也爱上你。但云冰，吃绝户的事情你想都别想。你现在刚稳住云氏，要是跟我结婚，外界只会说我何饮酒觊觎云氏的家产，更何况有柳如烟在前，我是真的不想再碰婚姻这东西了。咱们现在这样的关系就挺好，维持这种不清不楚的关系。你把我云冰当什么了？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玩物吗？我知道你被柳如烟伤得很深，可我和她不一样，她眼里只有钱，我不是。我何尝不知道她和柳如烟不一样？柳如烟从不会在深夜等我回家，不会在我生病时放下上亿的合同来照顾我。可正是因为不一样，
我才更怕重蹈覆辙，怕这份感情最后还是会被现实磨平，到时候连这点念想都没了。柳如烟也不是一天变成这样的，刚认识的时候，她也说过跟你一样的话，否则我何饮酒也不可能跟她维持了3年的婚姻，甚至把公司一半的决策权都交出去。可是我可以把云氏的股份转到你名下，我可以证明。云总，先别急着证明，我问你，在你心里是云氏集团的利益更重要，还是我们之间的爱情更重要？刚跟云冰吵完架回办公室签文件，少雷就一脸严肃的进来了，说江家的江君泽约晚上见面。九哥，江家那边递话了，江君泽亲自授意，约您今晚8点在江家别墅见面。江君泽这个时候找我倒是稀奇。江家在3省1市盘踞了30年，黑白两道都得给几分薄面，说是本地最大的势力都不为过。他们这次既不通过中间人，也不选在中立场合，直接把地点定在江家别墅，这架势怎么看都像是场鸿门宴。神话集团这半年势头太猛，抢了不少原本属于江家的资源，江君泽这是沉不住气，要亲自出面敲打我了。我托人打听了，江家别墅内部的安保是按最高规格配置的，光是明面上的保镖就有上百人，更别提那些藏在暗处的。九哥，这一去风险太大，要不我们找个借口推了？上百人安保又咋的？当年我白手起家，在街头被人堵着打的时候，可比这凶险100倍。如今神话集团现金流充裕，旗下产业遍布各行各业，真要硬碰硬，还未必是谁吃亏。看来这是要给我们神话集团一个下马威啊，想让我知难而退。九哥，您可不能冲动，江家的根基太深，我们没必要跟他们正面冲突。那也得去，越是退缩，他们越觉得我们好欺负。小飞，去通知宁心，让他把手头的事放一放，晚上跟我们一起去。知道了，九哥，我这就给宁心打电话，让他带上家伙，有备无患。我们去江家之前，得把集团的事安排妥当。如今的神话集团账上躺着10几个亿的现金，旗下的安保公司也不是吃素的。江君泽要是识相，就不会针对我们做什么。他要的是面子，我给足他就是。但要是想动我的人，就得掂量掂量自己的分量。是，九哥，我这就去准备。江家别墅笼罩其中，江若彤穿着一身白色的衬衣，长发披肩，看上去温婉动人，眼神里却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审视。何饮酒带着于飞、宁心在江家别墅门口经过黑衣保镖身边时，那些保镖连眼皮都没抬一下，但何饮酒能清晰地感觉到几道隐晦的目光落在自己身上，从头到脚地打量着。何先生，您来了，家父特意吩咐我在这里等您，他已经在里面备好酒菜，请随我来。有劳江小姐。九哥，里面的保镖更多，都藏在柱子后面和拐角处。我看到了。他们的站位很有讲究，形成了交叉火力。要是真有情况，我们得先往左侧的回廊退。何先生，前面就是餐厅了，家父已经等您很久了。包厢很大，江君泽头发花白，脸上带着岁月留下的皱纹，眼神却很有神，透着一股久居上位的威严。你就是在商界搅起一阵风浪的酒财神何饮酒吧？果然英雄出少年，真是少年天骄啊！江叔叔日理万机，掌管着江家这么大的家业，想必平时十分繁忙。今日特意叫饮酒来，肯定不是单纯吃饭喝酒这么简单。江叔叔有什么事，不妨直说，只要是饮酒能做到的，一定不会推辞。若是超出我的能力范围，或者违背神话集团的原则，那我也只能说声抱歉了。哈哈，痛快！我江君泽活了这么大年纪，就喜欢和你这种直来直去的年轻人打交道，不藏着掖着，看着就舒服。饮酒啊，你是个聪明人，应该知道一山不容二虎的道理吧？听到这话，何饮酒的瞳孔微微一缩，瞬间眯起了眼。这话说的再明白不过了，江君泽是在警告他，神话集团的发展已经威胁到了江家的地位，要么收敛锋芒，要么就正面开战。江叔叔说的有道理，不过这山到底是谁的山，老虎到底是谁，还不一定呢。刚才江君泽那句少年天骄还萦绕在耳边，目光扫过我身侧的于飞和宁心，那2道锐利如鹰的视线在两人脸上稍作停留，随即像被温水浸过般柔和下来，连语气里的锋芒都淡去几分，明摆着是在刻意打消我们的戒备。这2位就是于飞和宁心吧？早听英九提起过，一个身手利落能挡千军，一个心思缜密算无一策，果然是气度不凡。不过你们放心，今天这顿饭没有鸿门宴的说法。我江某人行事虽直接，却从不对朋友动歪心思。江董客气了，我们跟着何总做事，只听何总的安排。江董的威名我们也早有耳闻，江氏集团能在3省1市站稳脚跟，全凭江董运筹帷幄。江叔叔突然说这些，怕是不只为了夸我的下属吧？有什么打算不妨直说，我们之间不必绕弯子。
我这话一出，包厢里的空气瞬间凝了几分。于飞和宁心都悄悄挺直了背，连远处侍立的侍者都下意识屏住了呼吸。将军则却毫不在意，反而放声笑了起来，笑声震得头顶的水晶灯都微微晃动。饮酒就是这点合我心意，痛快。你想想，现在3省1市的地盘上，咱们江家和你何饮酒的势力旗鼓相当，这就像2座互相对峙的山，真要是打起来，就算一方赢了，也得是遍体鳞伤。到时候那些躲在暗处的豺狼虎豹，还不趁机扑上来分食？江叔叔的意思是，两虎相争，必有一死一伤，但2虎联手，便能威震四方。与其我们内耗，让别人渔翁得利，不如结为秦晋之好，成为真正的一家人。我这女儿知书达理，性子也稳，交给你，我绝对放心。江若彤的名声我早有耳闻，不是那些娇生惯养的大小姐，行事有主见，确实是个不错的姑娘。但我离过婚的事人尽皆知，江君则不可能不清楚。他这话到底是真心还是试探？江叔叔，您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您知道的，我3年前离过一次婚，就这一点，怕是委屈了江小姐。离婚算什么？那是那个女人没福气。这3省1市的青年才俊里，论手段，论气魄，论能给若彤安稳生活的能力，除了你何饮酒，我还真没看上第2个。何总的事迹我早有耳闻，3年前白手起家，1年内吞并城西3大帮派，去年又顶住压力拿下港口项目，却算得上是一代枭雄。而且刚才席间您帮侍者解围的样子，看得出来是个重情义的人，全凭父亲安排，我没意见。我看着江若彤红扑扑的脸蛋和眼底的真诚，心里快速盘算起来，和江家联姻，既能彻底稳住江君泽这个老狐狸，又能借助江家的资源打压陈家，还能顺便解决身边那些莺莺燕燕的麻烦，对双方都百利而无一害。反正江君泽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再推脱反而显得矫情，倒不如顺势接下。既然江叔叔和江小姐都不嫌弃，那饮酒就占这个便宜了。请江叔叔放心，我和饮酒向来说一不二，定然不负江小姐。好好好，不愧是我看中的女婿。明天一早，我就以江氏集团的名义召开发布会，宣布你们订婚的消息。至于领证结婚的日子，就交给你们小2口自己商量，我不插手。一切听江叔叔安排。江叔叔，我家里还有点事，我就先告辞了。若彤，还不快送送饮酒？是，父亲。何饮酒走了？是的，父亲。昨天您还在书房说，绝不允许何饮酒这种有威胁的人存在于江家眼皮底下，甚至还安排了人盯着他的行踪。为什么今天突然改变主意，还让我嫁给他？一个暴发户，还是2婚，我怎么舍得把你嫁给他？就凭他疯狂报复柳家，我就不放心。我最近调查了很多，神话集团很不简单，看似规模不大，但是现金太多了。而且何饮酒这种无赖的手段也很麻烦，我不想和他开战。难道您是想要借刀杀人？没错，上京胡家少爷对你痴心一片，他若是知道你与何饮酒订婚，到时候必然愤怒。届时我们能轻易掌控神话集团。父亲，我知道了，我会尽力在2人之中周旋，让他们大打出手。好，不愧是我的女儿。放心，事成之后，你喜欢的那个小子，我可以允许他进江家大门。真的吗？可是我如果嫁给胡家之后该怎么办？到时候我就对外宣传他是我外甥，你的表弟。就算你嫁去上京，也可以经常回娘家与他相聚。我知道了，谢谢父亲。离开江家后，何饮酒满脑子里复盘着刚才在江家包厢外听到的一切。宁心，江君泽那老狐狸的底，他今天突然提联姻，肯定没安好心。九哥，上京胡家的少爷胡明轩，从江若彤上大学的时候就开始追求他，这些年一直没断过。胡家主营物流和进出口贸易，最近正在想办法打入华东市场，跟咱们神话集团的业务范围有重叠。看来是美人计啊，还是借刀杀人的美人计。江君泽这老东西倒是会挑人，知道胡明轩是个冲动易怒的性子。只是这江家也没有我想的那么强大，坐拥那么大的家业，居然这么忌惮我一个暴发户。九哥，江家最近资金链有点紧张，他们投资的几个地产项目都被套牢了，急需现金流周转，他们不敢跟咱们开战，一是怕你的手段，二是怕万一两败俱伤，被其他家族趁虚而入。九哥，这江家妇女也太阴了，要不要我找人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让他们知道咱们神话集团不是好惹的。江湖不是打打杀杀，江湖是人情社会。九哥，我有一个消息，可能您会感兴趣。江若彤私下有个交往了2年的男朋友，叫林墨，是个普通的设计师。江君则一直不同意他们在一起。哟，江若彤还有心上人，这可真是有意思。一边要应付对他痴心不改的胡明轩，一边要跟我这个联姻对象演戏，暗地里还要维系跟情郎的关系。江若彤这日子过得可比我想象中忙多了。这下事儿更有意思了，一条绳子上的蚂蚱又多了一只。九哥，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直接戳穿江家的阴谋，还是……别急，既然江家这么想演戏，咱们没道理不配合。你去查一下那个林墨的底细，越详细越好。另外，给胡明轩那边透个信，就说江家要跟神话集团联姻，江若彤对我情投意合。九哥，您这是要坐山观虎斗啊？不仅要观虎斗，还要让这几只老虎都为咱们神话集团服务。江君泽想借刀杀人，那我就给他加点料，看看最后到底是谁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为引胡金来这个暴躁性子上钩，我特意让江若彤以挑选订婚礼服为由，约在这条他和胡金来常来的商业街。阳光正好，街上人潮涌动，奶茶店的甜香混着烤肠的油脂味飘过来。江若彤没走2步就会下意识往街角瞟，显然是在等胡金来的出现。江小姐，前面那家婚纱店口碑不错，要不要去看看？江叔叔说订婚礼服得合你的心意。江若彤还没来得及回答，就看见胡金来迎面走来，脸上的肉都因为愤怒而颤抖。金来，你怎么来这里了？我就是陪饮酒出来买点东西。胡金来根本没理他，一双3角眼死死盯着何饮酒，像是要喷出火来。他身后跟着好多黑衣保镖，往旁边一站，直接挡住了路人的视线。何饮酒故作茫然地挑了挑眉。饮酒，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上京的胡金来胡少，我们是大学同学。金来，这是我的未婚夫何饮酒。何饮酒是吧？我当是谁呢？原来是那个离过婚，私生活乱得像一团麻的何大少。就你这样的货色，也配得上若彤？你知道若彤是什么身份吗？轮得到你在这里献殷勤？胡少说笑了，我也知道我配不上江小姐，论家世，论样貌，我都比不上胡少。可这是江叔叔亲自定下的婚事，他老人家有命，我一个晚辈总不能违抗吧？何饮酒，我实话告诉你，我和若彤早就两情相悦了，我们之间就是有点小阻碍，我正在想办法解决，所以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赶紧跟江家退婚，别在这里碍眼。胡少的意思是，光天化日之下要抢我的未婚妻了？是又如何？你老婆秦晴都被别人抢了，也不差这一个未婚妻了，不是吗？怎么被我说中痛处了？有本事你动手打我啊！胡少，我跟江若彤的婚姻是他父亲决定的，你别跟我吵架。他以为激我动手就能占便宜，只要我先动了手，他就能倒打一耙，说我蓄意伤人，到时候胡家就有足够的理由插手江氏的事务。这算盘打得倒是精，可惜我何饮酒不吃这套。于飞口袋里的录音笔早就在等着收入他这些威胁的话了。胡少，咱们都是讲道理的人，我对我前妻当初是掏心掏肺的好，最后走到那一步，只能说是看错人了，我问心无愧。至于若彤，她是个好姑娘，有自己的想法和选择。如果若彤深思熟虑后真的选择你，我绝不多说一个字，欣然接受。毕竟我们现在确实没结婚，她有追求幸福的权利。他这话是什么意思？是真的要把我推给胡金来吗？可他刚才挡在我身前的样子又不像是不在乎，难道这也是计划的一部分？不错，我倒是小瞧你了，有点气度。不过这事情还没完，若彤的心意我会自己去问清楚。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街角的甜品店门口，我紧绷的肩膀终于松了口气，后背都被冷汗浸湿了。于飞口袋里的录音笔肯定把刚才的对话一字不落的录下来了，这可是将来对付胡金来的重要筹码。饮酒，对不起啊，胡少他脾气就这样，还有他背后的势力，你我都得罪不起，刚才让你受委屈了。没事，真的，为了你这点委屈不算什么，我愿意忍。他真的是为了我才忍的吗？不是为了那个计划？难道他喜欢上我了？可我们明明是在演戏啊，我怎么心跳这么快？两人并肩往前走，江若彤刻意跟何饮酒保持着半臂的距离，却又忍不住时不时用余光偷瞄他。于飞远远跟在后面，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无奈的摇了摇头。刚才按计划带江若彤来开房，此刻我故意将重心全压在他身上，脚步踉跄的像踩在棉花堆里，任由他半扶半拖地挪到床边，眼皮粘得像涂了胶水，嘴里还含糊不清的嘟囔着酒话，实则用余光死死锁定他的一举一动，都要看看江家究竟给他灌了什么迷魂汤，接下来要耍什么花样。饮酒，你喝得太醉了，我去给你倒杯温水，醒醒酒。江若彤小心翼翼将何饮酒的头搁在枕头上，目光飞快扫过他沉睡的侧脸，确认无意后蹑手蹑脚走向卫生间，见何饮酒依旧保持着醉死过去的姿势，这才松了口气，转身快步躲进卫生间。爸，计划第一步成了，何饮酒现在跟死猪一样睡在床上，
你赶紧让胡金来过来，让他来救我。我眯着眼睛透过眼缝偷瞄，看他缩在卫生间门口鬼鬼祟祟打电话，提到胡金来3个字时眼睛都在放光。哼，江君泽这老狐狸的算盘打得真响，想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刺激胡金来。江若彤这戏演的倒是有模有样，可惜遇上了我这个影帝。做得好，让胡金来尽管闹，出了事爸给你兜着。胡金来那蠢货果然一接到电话就跟疯狗似的，油门踩到底往酒店冲，估计脑子里已经幻想出100种把我碎尸万段的场面了。何饮酒，你要是敢动江若彤，老子就让你神话集团从江城彻底消失，不仅要毁了你的公司，还要让你身败名裂，死无葬身之地。走廊里传来噔噔噔的急促脚步声，夹杂着胡金来气急败坏的叫骂。我赶紧调整呼吸，把呼噜声包到新高度，嘴角甚至还故意流出一丝晶莹的口水。戏要做就得做全套，让他以为我睡得人事不省。何饮酒，老子今天非阉了你不可！我用眼角余光偷瞄，只见胡金来那表情，活脱脱像吞了10斤黄连似的，嘴巴张得能塞下2个拳头。要不是我死死咬着舌尖，差点当场笑出声来。这蠢货怕是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兴冲冲跑来捉奸，结果捉了个醉死鬼。若彤，这到底怎么回事？金来哥，都怪我，他下午在酒会上就一直缠着我，非要带我来酒店。我以为他要对我，没想到他一进房间就醉倒了，怎么叫都叫不醒。宝贝别哭，没事就好。今天算他运气好，要是你少了1根头发，我让他神话集团明天就破产清算。金来哥，我们快走吧，我看到他就恶心。鱼儿总算上钩了，胡金来这蠢货被人当枪时还乐呵呵帮着数钱，刚才他那吃瘪的表情够我笑1年的。神话集团就凭你，接下来该轮到我。何饮酒反击了，昨晚我装醉骗过胡金来和江若彤，今早特意把他喊到我办公室，帮我摆脱这场该死的婚约。胡金来这傻小子向来容易被利益冲昏头脑，而我何饮酒正需要他这把刀斩断江家的树户。顾少，昨晚是真不好意思，我喝多了，脑子一热就说了些胡话，但我发誓，我真没有打算对江若彤做什么的。他是你心尖上的人，我哪敢有半点非分之心。这些年我在江家也是谨小慎微，生怕惹出什么乱子。少废话，何饮酒，你今天叫我过来，不是为了说这些没用的吧？昨晚的事我姑且信你一次，但你最好别耍花样。江若彤那边我已经警告过了，你要是再敢靠近他，别怪我不讲情面。哼，警告你，胡金来也就这点能耐，我早就查清楚了。你对江若彤痴迷的不行，可惜江家老爷子看不上你，这才让我这个未婚夫占了个虚名。现在我正好借你的手，把这婚约撕个粉碎。顾少，不瞒你说，当我知道你喜欢江若彤的时候，我这个忐忑连觉都睡不好。每天晚上躺在床上，我就想着这婚约就像一把悬在头上的剑，我真害怕。怕？你何饮酒什么时候这么胆小了？我记得你以前在商场上可不是这样，手段狠辣的很。胡少，那是以前，现在不一样了。江若彤是您的意中人，我要是碰了她1根手指头，您还不得把我生吞活剥了？我说真的，自从订婚后，就连说话都小心翼翼，这日子我真是过够了。我故意把语气放得可怜巴巴，声音里带着一丝哽咽，就等着他上钩。胡金来这人心软，尤其听不得别人示弱，果然他眼神里的戒备又少了几分。你到底想说什么？直说吧，别绕弯子。快了，就快成了。我得再加把火。胡少，您跟我来，我们去江家。今天我给您个交代，我要求江家退婚，当着您的面，我把话挑明。江若彤归你。你说真的？何饮酒，这可开不得玩笑。江家那边老爷子要是发怒，你可吃不消。真的，我哪敢骗胡少啊！您要是支持我，咱们一起去江家，让老爷子看清形势。到时候您抱得美人归，这不是两全其美吗？胡金来这傻小子眼睛都亮了，嘴角不自觉的上扬。看来我这步棋走对了，他总觉得自己无所不能，现在有机会亲手解决情敌，他肯定迫不及待。好，何饮酒，算你识相，我们走。我现在就去开车，你放心，到了江家我会帮衬着，保证老爷子不敢为难你。不过你要是敢耍我，后果自负。等你反应过来，我已经远走高飞了。于飞那边已经准备好，一旦退婚成功，我们就启动下一步计划。江家的财产，我迟早要分一杯羹。九哥的计划可以开始了。明白，就等你的信号。刚才我和胡金来一起劝江叔退婚，我故意装作为难的样子，垂着眼皮搓着手，说这婚约让我寝食难安夜不能寐。胡金来还在旁边帮腔，可江叔一口回绝，态度强硬的像块千年寒铁。胡金来的脸立刻就垮了下来，这场戏的高潮才刚刚拉开序幕。喂，爸，我现在在江家谈正事呢，你有什么事不能等会说？马上给我滚回燕京！你这个丢人现眼的东西，看我怎么扒了你的皮！你在外面干了什么好事？现在全网都传遍了，我们胡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爸，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我怎么就丢人现眼了？您倒是说清楚点啊！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蠢货儿子？现在网上全都是你仗势欺人逼婚的视频和录音，你威胁那个姓何的小子离开江家丫头，那些混账话全被清清楚楚录下来了。
我告诉你，胡家的脸都让你丢完了。我盯着胡金来那副吃瘪的模样，差点没忍住笑出声。这波计划执行的太顺利了，于飞那边动作真快，昨晚偷录的视频和音频一发布，就掀起了轩然大波。胡金来这傻小子，还天真的以为能靠家族势力压人，现在怕是要自身难保了。不过这也在我预料之中，胡家一旦下场，下一步就该轮到我收网了。何饮酒，你敢阴我？那些录音和视频肯定是你搞的鬼，对不对？昨晚你在装醉套我话，今天又拉我来江家演这出退婚戏，全是你设的局，你这个卑鄙小人！胡少这话从何说起？威胁我10项点离开江若彤，否则就让我在云城身败名裂。那些话可都是你亲口说的，你还是先想想怎么给广大网友一个交代吧。网上舆论现在跟燎原大火似的，发酵起来，胡家的名声想要挽回可就难喽。好，何饮酒，你真行！你以为这样就能全身而退了？我告诉你，你太天真了。你应该明白，这件事情闹大之后，胡家就有充分的理由下场了。到时候不光是你这个小蚂蚱，就连你们整个江家也得跟着倒霉。这可是你自找的，别怪我没提醒你。好小子，大丈夫能屈能伸，谋而后动。我果然没看错人，是我的好女婿。这次你能借力打力，把胡家这条地头蛇耍得团团转，确实有点手段。不过接下来可得打起12分精神，小心胡家的反扑。谢谢江叔夸赞，我这也是为了若彤和咱们江家着想，总不能一直被胡家这样牵着鼻子走，任人拿捏。胡家要是真敢动歪心思，我们也早有后手等着他。若彤，你看，这下再也没人阻挡我们在一起了。胡金来这一闹，我们终于可以安心的在一起了。你别担心，后续的事情我都会处理好的，不会让你受一点委屈。可是你也给了胡家正大光明针对你的机会啊！他们家族势力那么大，万一真的疯狂报复起来，你一个人怎么扛得住？我总觉得这事儿没那么简单就结束。你这么做实在是太冒险了，我好担心你。没想到何饮酒这小子还是个情种舔狗，为了江若彤，连胡家这尊大佛都敢惹，难怪当初会被柳如烟那个女人玩弄于股掌之间。不过这样也好，她越是重情重义，就越容易被我们拿捏控制，到时候整个神话集团就都是我的了。胡金来被我设计收拾后，正老老实实躺在医院里休养。网上流传的那段他横刀夺爱的视频，把他爹气得直跳脚。与此同时，江若彤也没闲着，他正和旧情人韩风在酒店里上演苦情戏呢。这一切早就在我的监控之下，我安排的人24小时盯着，就等着收集这些关键证据。若彤，我知道你委屈，是我的做法伤害了你，但是你要相信我，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未来。你是不是爱上了那个何饮酒？就因为他有钱有势？不是的，阿峰，我心里只爱你一个人。但你也知道江家现在的情况，资金链紧张，如果没有胡家的支持，我们全家都可能垮掉。我和何饮酒周旋，应付胡金来，都是迫不得已。那你会嫁给我吗？我们私奔吧，离开这个地方，我养活你。对不起，原谅我的自私，我必须要嫁给胡金来，这是拯救江家唯一的路。但我发誓，我的心永远是你的。听到这话，我差点在监控前笑出声。这两人的算盘打得我在办公室都听得一清二楚，一个装深情，一个玩姻缘，却不知早成了我棋盘上的棋子。那你要经常回来陪我，而且你不许给胡金来生孩子，一次都不行。放心，我的身子和心永远是你的，我只会给你生孩子，而且我还会慢慢谋划，为我们的孩子争取胡家的财产。到时候胡家的一切都会是我们儿子的。从酒店监控看完那出情深意重的戏码，我回到办公室，反复翻看刚才录下的对话回放，每一句虚伪的承诺都是将来击垮他们的利器。这些人真是又蠢又贪。江若彤以为能玩弄所有人于股掌，韩风做着软饭硬吃的白日梦。不过正是他们的贪婪，才让我的计划如此顺利。有时候我真佩服他们的勇气和想象力。他们难道不知道这样算计胡家，一旦败露会是什么下场吗？火候差不多了，最后一步可以开始了。让少雷亲自走一趟医院，去找胡金来，是时候让这场戏迎来高潮了。少雷办事向来利索，让他去找胡金来，正好能给这出大戏再添一把旺火。是，九哥，我马上安排。少雷拿着存有关键视频的手机直奔医院，胡金来正趴在病床上，一边哎呦叫痛，一边恶狠狠地咒骂着我，声音大的走廊里都能听见。胡少何必这么激动？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这次来是给您送一份大礼的。你是何饮酒的人，你来这里干什么？看我的笑话吗？我是代表九哥来平息胡少怒火的。胡少看完这个视频就什么都清楚了。瞧他那父母瞪口呆的傻样，估计脑子里已经开始上演了。这戏越来越有意思了，所有演员都已就位，只等着最终落幕的时刻。
我让于飞把江若彤和韩风的偷情视频交给少雷，就是要让胡金来亲眼看看他心中的白月光究竟是什么货色。现在少雷该把东西送到医院了，这步棋落下，整个棋局就要明朗了。胡金来目不转睛地看着视频，身体都微微颤抖。当听到最后那句时，他闭上眼睛，深深吸了口气，随后平静地将手机递还给少雷。我听说这个韩风还是胡少您的大学同学，当年关系好像还不错。大学同学，呵呵，真是讽刺。我曾经还帮过他找工作，现在却和我的未婚妻谋划着我的家产。江若彤，你演得真好，把我当傻子一样耍了这么多年。告诉何饮酒，这个人情我胡金兰记下了，从今往后他就是我的朋友。这口气胡少就这么咽下了，不像您的风格啊。这样也好，他是我的白月光，我对他有占有欲，但要真说爱也就那样。而且我家族绝不允许我和他结婚。现在知道他的真面目，反而解脱了，至少不用再在他身上浪费时间和精力。胡少不愧是胡家的继承人，这份气度让人佩服。如今看来，如果不是胡少关心则乱，九哥未必能算计到你。哈哈，少给我戴高帽。何饮酒是个人物，这步棋下得够狠，也够准。告诉他，我会配合他的。需要胡家出手的时候，尽管开口。和胡少说话真是省力气啊。既然如此，那我就先走了。胡少，好好休息。去吧。少雷转身离开病房，胡金来听着脚步声远去，原本挺直的身躯突然垮了下来，他将头深深埋进被子里，身体开始不受控制的抽搐，压抑的哭泣声在安静的病房里显得格外凄凉。江若彤，我为你做了那么多，甚至不惜跟何饮酒翻脸，结果你却把我当成垫脚石。也好，从此你我两清，各走各路。胡金来那边已经松口，这个最难啃的骨头终于服软了。这场绕了大半个圈子的戏，从设计中罪到收集证据，终于要到收场环节了。江家，你们的好日子到头了。游戏终于要结束了，派人联系一下我们的合作伙伴。现在准备工作做完了，也该要真刀真枪和江家拼一下了。告诉他们，愿意合作的，将来江家的市场份额按贡献分配。事情已办成了。胡金来果然是个聪明人，知道权衡利弊。这下江家最大的靠山就变成他们的对手。好的，九哥，我马上安排，一定会把这件事办妥。江君泽那个老狐狸，以为能把我当棋子用，却不知道我早就布好了局。这次我要让江家彻底退出这个舞台。看着于飞快步离开的背影，我微微勾起嘴角。所有的铺垫都已经完成，现在只等最后一场好戏上演了。刚才吩咐于飞联系合作伙伴，准备跟江家硬刚。现在柳家这几个家伙在办公室里嘀嘀咕咕，我倒要听听他们打什么算盘。爸，你不是信誓旦旦的说江家一定会和何饮酒开战吗？怎么现在他们还要联姻了？如果何饮酒和江家真的勾搭在一块儿，我们柳家就彻底完了。他们任何一个都不是我们能单独对付的，更别说联手了。再等等吧。江君泽那个老狐狸不可能真心接纳何饮酒，这背后一定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交易。何饮酒这个疯子，连自己未婚妻都能算计，要是知道我们曾经……不行，必须尽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现在何饮酒被神话集团的事情缠住，暂时腾不出手来对付我们。再等到他解决完麻烦，我们柳家就算是想要离开，就离开不了了。到时候怕是连骨头都不剩。是啊，趁着现在陆涛还喜欢如烟，赶紧将公司转移去福省吧，在那里我们还有根基，至少能保住一部分家业。这个陆涛虽然是陆家的独子，但太过单纯，根本玩不过何饮酒那种人。但是眼下除了依靠他，我们确实没有更好的选择。陆涛跟踩了弹簧似的蹦起来，嗓门大的差点掀了天花板，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捡了大宝贝。如烟，有个天大的好消息，我刚从我爸那里得到的内部消息。什么好消息？难道是何饮酒？没错，我刚刚得到确切消息，神话集团被严查了，他们的不少合作伙伴，包括之前很支持何饮酒的几家公司，都发声明与神话集团终止合作了。哈哈哈，我就说没那么简单，江家果然对何饮酒动手了，他完了，这次是真的完了。何饮酒啊，何饮酒，你终究还是斗不过江家，也好，这样你就没精力来找我们柳家的麻烦了。神话被查的消息我早有耳闻，合作伙伴撤资也在意料之中，这一切本就是我计划中的一环。现在陪着江若彤捏陶瓷，全当给自己喘口气，也好让江家以为我彻底放弃了抵抗。饮酒集团的事真的没问题吗？我听说连董事会都开始动摇了。江若彤啊，江若彤，你到现在还在试探我？若不是为了那份股权，我何必陪着你在这里虚与委蛇？认命了，若彤。神话集团完蛋了，我也完蛋了。现在我只想在最后的时间里好好陪陪你。这些天我想了很多。韩风根本就比不上何饮酒，这段时间跟何饮酒在一起，是我感到最安全的时光。如果结婚，他比韩风更适合吧。饮酒，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回去，神话集团需要你。没事，说好了陪你捏陶瓷，我就不会半途而废。他突然起身去拿文件，签完名又折返回来，手里攥着的纸看起来像是份协议。
殷九，把这个文件签了吧，这是江氏集团占股20%的转让协议。对不起，这是我唯一能做的补偿了，希望能帮你渡过难关。刚才江若彤把那20%的江氏股份协议推给我时，脸上那副补偿你的表情真让我想笑。现在签完字就等于飞的消息了，他大概觉得这是事实，却不知道这正是我等待的锁链断裂之声。这么多年，江家总是用恩情当枷锁，但猎物反过来咬断猎人喉咙时，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后悔今天的慷慨。公证处已经录入系统，股权转移程序全部走完。江小姐，这份礼物我会好好用。殷九，爸爸说以后江氏和神话可以深度合作，你不再需要一个人硬撑了。看啊，连怜悯都包装的这么精致，可惜我不是需要主人抚摸的宠物。你记不记得我们第一次来这里？当时你说陶瓷就像关系破裂了，就再难复原。可现在不一样了呀，我们有足够资源把碎片重铸成更美的。九哥，股份转让已经生效，胡少那边的人全部撤走，官方10分钟前发布公告，确认神话集团所有业务合理合规。股份生效，胡少的人撤走，官方公告也发了。江家自以为是的恩赐，正好成了我反手一击的武器。看吧，你们精心布置的棋局，终究是我赢了最后一步。游戏结束，江小姐，现在轮到我的回合了。殷九，你明明说过需要江家的支持。江小姐，你真以为你和你爹那个老不死的能算计我？你们也太小看我了。何殷九，我承认我和我父亲是算计了你，但是我对你是真心的。真心？我看你是真以为我何饮酒能被你训成狗吧？何饮酒，别以为你拿了我那20%的股份就能如何，江氏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那就试试吧。我这边刚宣布反攻开始，云斌的办公室里估计已经炸开过了。他向来是神话集团最敏感的眼，此刻应该正看着实时数据流像鲜血一样从江氏躯干里涌出。云总，神话和江氏的股票都在暴跌，但江氏旗下3家子公司突然停牌，恐怕在筹备反收购。何饮酒到底调动了多少资金？江氏在3省1市经营20年，他们的现金流比我们预估的要多30%。完了，这根本不是商战，是自杀式袭击。何饮酒，你究竟是被逼到绝境，还是早已备好同归于尽的了？媒体开始带节奏了，说神话集团恶意操纵市场，需要启动公关预案吗？先联系港交所的人，必须拦住江氏申请紧急停牌，再去查他们停牌子公司的质押情况。云总，财经头条更新了。神话集团刚刚披露持有江氏20%股份，给所有合作方发函，就说神话集团即将启动对江氏的全面并购。刚才跟江若彤父女撕破脸，当着江氏众高管的面宣布要全面反攻江氏集团。我话音刚落，还没等整理好桌上的文件，江俊泽就带着人杀气腾腾的闯到我办公室来了。也好，桌上散落的并购方案和股权分析报告，正好让他看看我何饮酒要动江氏，从来不是一时冲动瞎闹。九哥，刚收到消息，胡少那边已经正式通过媒体发声了，公开力挺我们神话集团。还说要联合其他几家企业跟我们一起注资。这消息一出来，江氏集团的股票又降了。胡少肯站队是好事，但不要放松警惕。江家在商界扎根几10年，手里攥着的资源和人脉不是这么容易被打垮的。他们肯定还藏着后手，说不定现在就在想办法回笼资金。我明白，已经让人盯着江氏旗下那几家子公司了，特别是他们在徽省的重达信息和云省的回春药业，这2家一直是江氏的现金流支柱。只要把这2家盯死，江君泽就难翻起大浪。盯紧是一方面，更要找机会切入。回春药业的新药审批最近好像出了点问题，你让人去查查，说不定能找到突破口。何饮酒，你给我滚出来！敢在江氏头上动怒，我看你是活腻了。都下去了，我跟江总好好聊聊。九哥，江俊泽这人心狠手辣，万一他耍阴的……放心，他还不敢在这里动。何饮酒，你小子真是胆大包天，敢联合外人来吞我江家的产业。我告诉你，江氏集团是我一手打拼出来的，你想吞下它，只怕你没有那么好的胃口。有没有胃口，那不得试过才知道。江总在商场上混了这么多年，不会连成王败寇的道理都不明白。现在江氏内部混乱，外部又有胡少他们支持我，你觉得你还能撑多久？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就此罢手。之前若彤那丫头糊涂，给了你江氏20%的股份，我也不讨回了。咱们两虎并立，在商界各自发展，怎么样？江总，我这个人比较传统，一直相信一山不容二虎的道理。而且江氏集团，我志在必得，不是你一句两虎并立就能让我放弃的。江君泽这是慌了，居然开始跟我谈条件。他以为让出20%的股份就能让我收手，真是太天真了。
当年江家对我家做的那些事，这笔账我还没跟他算清楚。江氏集团，我不仅要拿，还要让他江君泽彻底从商界消失。年轻人，不要太气盛了，做事留一线，日后好相见。你真把我逼急了，大不了咱们鱼死网破。不气盛还叫年轻人吗？江总，我明明白白告诉你，江氏集团我吃定了，不管你找什么人来帮忙，不管你耍什么手段，谁也保不住他。这话是我说的。好，那我们就好好碰一碰，看看到底谁能笑到最后。江总，我还有很多事要处理，就不陪你在这浪费时间了。让辉省重达信息抵押所有产业，让云省回春药业抵押所有资产，全都给我注资到江氏。江君泽刚走没多久，就安排辉省和云省两家公司给江氏注资。我这边正盯着局势，柳家的人到现在办公室里议论开了。疯了，都疯了！辉省重达信息为江氏集团注资100亿，云省回春药业抵押资产为江氏集团注资150亿。没想到何饮酒居然能够把江氏集团逼到这种程度，现在整个3省一市都震动。这才是真正的商场厮杀，腥风血雨，他才是真正的男人。他这是自取灭亡，都厮杀到这种程度，江氏集团还能掏出250亿的现金，何饮酒撑得住吗？不错，局势已经逆转了，神话集团这次要覆灭了。他们倒是会看风向，可惜把黑的看成了白的，死路当成了活路。饮酒，我承认你很强，也让我再度心动，但是你终究是自取灭亡，无力回天了。这次神话集团败了，那我们是不是不用离开这里了？不仅不用离开，到时候我们投靠江家，地位也将水涨船高。马上联系银行，我们抵押整个柳氏集团，注资江氏集团。聪明，这下锦上添花。事成之后，江家一定会大力扶持我柳家。柳家把棺材本都押给江氏的消息传过来时，我正坐在办公室里，拿起手机看到推送的新闻，差点没忍住笑出声。这柳家还真是敢赌，赌注下的够狠，却押错了宝，这30亿怕是要打水漂了。还真是有意思，柳氏集团居然抵押了所有资产，凑了30亿给江氏集团注资。柳如烟他们一家只是把棺材本都拿出来赌了啊？就这么相信江氏能赢？只可惜他们根本不知道，九哥您早就留了后手，您手里还保留着不少现金，就连那些新能源企业也都挂在其他集团的名下，没有暴露在明面上。江家根本不知道您的真实实力。狡兔三窟，这是最基本的道理。他们就是把我当成了一夜暴富的暴发户，以为我手里没什么底蕴，撑不了多久。现在就让他们好好看看，从底层一路厮杀出来的暴发户到底有多强的韧性。暴发户，他们也配这么说我？我这所谓的暴发户，是从泥坑里一步一步爬出来的，经历过多少次生死考验，比那些在温室里长大的花朵耐摔多了。至少我不会像柳家那样，把所有家当都赌在一棵快要倒下的树上，做这种蠢事。九哥，出大事了！云氏集团居然抵押了旗下所有的子公司和不动产，向我们神话集团注资了300亿。这怎么可能啊？刚才少磊说柳氏抵押资产的江氏注了30亿，我还琢磨着有后手，没想到云冰直接把家底都押过来了300亿，这女人真是疯的没别人。九哥，云氏集团向我们注资了300亿。说什么？云氏集团注资了300亿，应该是云冰小姐将她的股份和资产全都变卖了，凑够的300亿。喂，你是疯了？算是吧。何饮酒，不过你不会让我输吧？对。那就好，别给自己太大压力。我还留下了一家游戏公司，输了的话，我养你。挂了电话，忽然觉得这300亿像块定心丸，之前的紧张全没了。云冰说输了养我，得，这机会还是留给他自己吧，老子肯定赢。这场闹剧也该结束了，调动4家子公司给神话集团注资。是，九哥。我这边刚下令调动资金，柳如烟他们那边估计还在做着江家营的美梦，殊不知自己已经站在了悬崖边上。如烟，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云氏集团云冰给何饮酒注资了300亿。怎么可能？云冰疯了吗？敢在这个时候下场站队？这可是300亿啊！何饮酒这是给他灌了什么迷魂汤？何饮酒不会赢吧？不可能，就算是有300亿，他们和江家也是势均力敌。如烟，不好了！我刚得到消息，有4家公司给神话集团注资，累计注资达到500亿。现在神话集团的股票在飙升，江家的股票已经跌破盘了。
完了，这次柳家彻底完了。这次我们抵押了所有，江家一旦完了，我们也万劫不复了。柳树话音刚落，身子就踉跄了一下，显然是受不了这个打击。爸，刚才敲定4家子公司注资神话的事，又确认江家彻底垮台。我坐在办公室里，总算把这几年憋着的气松个大半。九哥，江家已经被彻底击垮了，吴少那边还动用了关系，各个部门都在调查江家。江家是树倒猢狲散，战策要成功，有把江家彻底弄死。是，九哥。我话音刚落，办公室门就被猛地推开，将军则带着人闯进来，脸色白得像张纸，看来是真惶恐。不知道江总到访有何贵干？江山代有人才出啊！何应九，你赢了，我是来跟你谈和的。啊？你出资收购江家企业吧，江家会离开这里，去别的地方发展，这对于我们双方都是最好的结果。我们江家也不会对你造成任何危险。可我若是不想收购，你没有理由拒绝。我们又没有国界，这对神华集团也是有利。谁说我们没有合作？江总，7年前你再问问我是谁？你爸妈怎么那么不听话？让他们签合同，偏偏不签，这不是断了其余街坊邻居的财路？现在你们何家就剩下你了，按了手印，赔偿金就都是你的了。爸妈，我一定会替你们保证。他这服下的后退的怂样，比当年抛下我家不管时的嚣张劲儿，可顺眼多了。你是当初何家的余孽。7年前的旧恨如淬毒的匕首，终于在这一刻彻底剖开。办公室里空气凝滞，连呼吸都带着冰碴。将军则瞳孔骤缩，指尖捏得发白。他终于认出了眼前这张面具下的真容。终于想起来了啊，江董事长，这7年你高枕无忧时，可曾梦见过码头那场大火？我父亲的血渗进泥沙的样子，你还有印象吗？你从一开始接近江氏，就是为了报复我江家。那些并购案海外项目事故，全是你的手笔。回去准备好后事吧，你们江家吞下去的血肉，该连本带利吐出来了。难怪连若彤都迷不住你。我当年就该把你和你父亲一起。江若彤，有我漂亮吗？云总，你和何英九是什么关系？我是他的女人，从7年前就是了。受教了，何总，有此。我们走。不要放松警惕，江家案状还没拔干净，这老狐狸至少藏了3张底牌。我明白，海外的资金链已截断了。少雷的身影刚消失在门缝，允冰突然从背后环住何英九，他带着初冬寒意的身体细微颤抖，像终于找到巢穴的倦鸟。所以你这段时间避着我，是怕江家对我下手？你当年亲眼看见父亲遇害时，是不是也这样独自扛着？跟这没关系，云冰，别问。宁心都告诉我了，这7年你伪装身份混进黑市，险些被识破。你总说复仇后就能解脱，可现在你连笑都不会了。等我摁死江家，一切也都了结了。那你应该可以娶我了吧？这里早就刻我名字了，何先生。我没想再娶妻。我话刚说完，云冰就像只炸毛的小猫咪突然收了刺，直接扑上来堵我的嘴。这丫头总是这么不按常理出牌。何英九还想要再说什么，云冰扑上来，继续亲吻何英九。夕阳透过百叶窗切割出斑驳光影，纠缠的身影逐渐滑落在地毯上。门外隐约传来宁心拦住于飞的轻笑，而世间所有算计与仇恨，在这一方天地里暂时失了重点。何英九，我是认真的，我是真的爱上你了。我也爱你。何英九，我拿300亿给你，不是跟你开玩笑的。那是你自愿的，而且对我而言，就算没有你的300亿，我也输不了。我可是很强的。何英九，云冰，
如果说我娶你，你会让我输吗？我永远不会让你输的。手顺着他腰往下蹭，才反应过来这是办公区，但我现在根本不想停下来。何饮酒，你在干嘛？你疯了？这是办公室，这么多人呢。冰冰，我真的好想你。哈哈哈哈！看来九哥这次总算是遇到了良配了。云家大小姐这性子，跟她那闷葫芦样正好互补。九哥他这一路走来，真的背负了太多。本来他将一切寄托在柳如烟身上，可是柳如烟不知道好好珍惜，押错宝。九哥一次次的退让和包容，让他不知道底线。现在这种结局也算是咎由自取。是啊，只是柳如烟没想到在最后还是选择帮助江家，是该说他狠心呢，还是笨呢？现在江家大势已去，柳家也将一夜之间倾家荡产。现在府省陆家已经知道了陆涛在外面做的这些事情了，碍于九哥的威名，已经把陆涛驱逐出家门了，就算死了连祖坟都不让他进了。嘿，狗男女，活该！这下好了，九哥总算能彻底摆脱这些烂人烂事，跟云大小姐好好过日子了。我听说柳家帮江家得罪我后彻底垮了，银行查抄了他们所有资产，连银行卡都冻结了，一家子从之前的锦衣玉食沦落到连吃饭都成问题。这会儿他们正落魄的走在大街上，头埋得低低的，生怕遇到熟人，曾经的风光早就荡然无存。这下子全完了，我们柳家经营了几十年的家业就这么没了，所有资产都被银行查抄，就连我藏在衣柜夹层里的私房钱都被搜走了，现在银行卡也被冻结，连买个包子的钱都没有。我们下半辈子算是彻底完了。这能怪谁？只能怪我们自己。当初我要是不听你的，不跟着柳如烟压住江家，要是早点看清何饮酒的实力，也不至于落到今天这步田地。是我们太小看何饮酒了，以为他只是个没根基的年轻人，结果人家早就布好了局，我们就是自投罗网。说起何饮酒，我就害怕江家的江君泽，听说昨天因为公司破产，直接心脏病发住进了医院，现在还在 ICU 躺着呢。何饮酒连江君泽都不放过，他会不会也不肯放过我们啊？我们当初可是帮着江家对付他的，他要是报复我们，我们可怎么办啊？陆涛，都怪我，如果不是我当初非要拉着你回柳氏集团，让你帮着我们对付何饮酒，你也不会得罪他，更不会被陆家赶出家门，落到今天这个地步，是我害了你。柳如烟的道歉不仅没换来陆涛的安慰，反而像点燃了他积压已久的怨气。陆涛突然红了眼，原本空洞的眼神瞬间变得凶狠，他猛地抬起手，一巴掌狠狠甩在柳如烟脸上，清脆的巴掌声在安静的街道上格外刺耳，所有的怨气和不甘都在这一巴掌里发泄了出来。贱人，都怪你，这一切都是你害的，要不是你，我怎么会变成现在这样？陆涛，你打我，我们在一起这么久，你居然为了这些事打我。当初要不是你把我叫回柳氏集团，让我帮你对付何饮酒，我怎么会得罪那个煞神？我在陆家本来过得好好的，就算不能继承家业，也能衣食无忧。现在倒好，被赶出家门，成了无家可归的人。你自己没本事，斗不过何饮酒，还非要拉上我，你叫我回来干嘛？陆涛，你就不是个男人，你连饮酒一根毛都比不上。要不是你，我和饮酒也不会离婚。那是你自己下贱。我跟你拼了！柳家那些糟心事，我没再过多关注，毕竟是他们自己选的路，后果只能自己承担。如今江家垮了，仇报了，那些乱七八糟的麻烦也都了结了，心里终于踏实了。今天我和云冰来婚姻登记处扯证，他从拿到红本本的那一刻起，就一直攥在手里。不就是一个红本本吗？有那么好看吗？看你这模样，好像拿到了什么稀世珍宝一样。饮酒，我爱你。有了这个红本本，我们就是真正的一家人了，我再也不用怕你跑掉了。傻瓜，我也爱你。书房内只亮着一盏台灯，昏黄的光线在红木书桌上投下一圈光晕。何饮酒站在书桌前，眉头紧锁地盯着手机屏幕，屏幕上显示的是一封来自监狱系统的加密邮件。云冰端着一杯冒着热气的安神茶走进来，将茶杯轻轻放在他手边。怎么了？这么晚了还在看邮件？是不是公司出什么事了？何饮酒抬起头，眼中闪过一丝难以察觉的疲惫，但很快又恢复了往日的锐利。江君泽从监狱发来的，他认输了，但他说还有最后一件事要告诉我。是什么事？难道他还留了什么后手？他提到了7年前的那场车祸，他说他当时并不知道车上坐的是你的父母。云冰猛地抬头，他的眼眸中先是震惊，继而浮现出难以置信的神色。什么？他不知道？那他为什么这些年来一直处处针对我？为什么每次见面都要用那种？他突然顿住，像是想起了什么，脸色渐渐发白。难怪那次在慈善晚宴上，他看我的眼神那么奇怪。所以这些年的针锋相对根本就是……何饮酒摇了摇头，起身走到落地窗前。夜色中的城市灯火阑珊，他的身影在玻璃上映出一道孤寂的轮廓。他不知道，当时有人出高价让他安排一场意外，他只需要确保那辆车在指定时间出现在指定地点。真正的幕后主使另有其人。所以我们这些年的复仇，这些年的布局，
甚至你接近江家所做的一切，都可能找错了目标。何饮酒没有立即回答，他转过身，深邃的目光在他脸上停留许久，那眼神里有太多难以言说的情绪，愧疚、疼惜，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决绝。天冷了，该收拾一下了。雨声渐渐变大，书房内的灯光在雨幕中显得朦胧而遥远。九哥，查到了，当年那场车祸是有人故意安排的，而那个人是江君泽的弟弟。你早就知道了？查到了，7年前他为了争夺家产，故意制造了那场车祸，但是他没想到车上坐的人。所以从始至终，他都是在利用我。我要他死。平儿，你冷静点。不，我很冷静。我要他血债血偿。好，我帮你。果然来了。我要你死。就凭你们？就凭我们？好，我成全你们。我不会让你这么痛快的死。都结束了。结束了。一场大火烧尽了所有的恩怨与纠葛，也烧出了一个全新的开始。